东海之滨通过。中神州失败。南赡部洲通过。北距泸州失败。师兄，有风雨术传音。师兄，据说东海之滨最安全，奖励最丰厚，要不我们去那儿吧？师兄，我怕。别怕，有我在。蓝灵娥，东海之滨通过。耶！你去东海之滨吧，我自有打算。臭师兄！北距泸州失败。目前为止想去北周的都失败。玄雅师姐来了！玄雅师姐吧，师姐。友情玄雅，北距泸州通过。第一个通过北周考核，真不愧是玄雅师姐。既然玄雅师姐去北周，那元清师兄也一定是去北周了。元清，北距泸州通过。快看，玄雅师姐！元清师兄！是呢，玄雅师姐。看呢。刘燕儿、王姬，北距泸州通过。好机会，这所有人的注意力在友情玄雅这个吸金器身上。北距泸州，我来了！嘿嘿。小琼峰李长胜，你给我停下！你一个化神九阶还敢去北周？我看不用到北周，你直接在第4关就挂了。九九师叔，弟子要去北周寻一味草药，门内并未限制化神境弟子前往北周，还望师叔莫要阻拦。你师傅呢，让我盯着你别乱跑。但如果你真的那么想去，那这测试就得改一改。在我手上坚持一炷香，我就放你去。当然，我不会用我的本命法宝，你也不会有性命之忧。如何？弟子愿意一试。
又是遁术，烦死了！破天风单人剑阵，星罗密布，被这一招击中，几个月都别想下地。九九师兄出手也太狠了！游龙探云步。赢了，赢了！什么？你小子鬼花招可真多！我告诉你，北周可不是什么善地。你要是死在我队伍里，你那个废柴师傅肯定会跑过来哭哭啼啼的，想想就烦死。师叔不必担心，我已在遗书中承诺，绝不让师叔承担任何责任。最终他还是跟来了北周，真是个麻烦虫。看在这小子样貌还不错的份上，就当放着养眼吧，总归不是一无是处。我说你小子，游龙探云步那么复杂的步法都能学会，怎么连个反虚都悟不透？弟子一直努力修行，从未有过半分懈怠。你呀，可千万别像你师傅那样，他道基受损无法补全，所以一直卡在归道境。近年也快成仙了吧？渡劫应该就在3、5年间了。啊，真是一笔糊涂账。手拿过来，本师叔看看资质。九九是真仙境的高手，被他碰到脉搏，我用法诀掩藏的真实修为就暴露了。师叔，男女授受不亲。我辈练气是追求无拘无束，管那些俗世礼法干啥？师妹，这一次我一定会助你寻到焰火明心草。这是我自身修行之事，元清师兄不必为我费心。师叔，弟子前几年突然有了被女子碰就会浑身抽搐的病症。真的吗？我不信。那是几年前的一场意外。还有这种怪病？真的。友情悬崖，你不是冰山吗？混蛋！蛊虫已经找到，就等此次六公主北拒泸州之行。晋古巫妖大战时，天柱不周山崩塌，世间将再次归于混沌。人族圣母女娲联合道门3教的祖师爷太清圣人、元始天尊、通天教主，剁下一先天玄龟的4角，做成天柱，护住了人间。玄龟也因此郁郁而终，其浩瀚的法力、庞大的身躯，化作了北拒泸州经年不散的瘴气。这瘴气危险至极，寻常人若吸入，云上这位道友跟了我们这么久，有何贵干？有炼气师在追击我们！
别慌，有99师叔在呢。我乃东胜神州有秦国殿前守将。有秦。六公主，回去吧，不必为我费心。末将奉国主之命前来。敌国近来蠢蠢欲动，国主担心他们会对您暗中出手，还请允许末将陪您出行。这张嘴不仅口吃，扯谎都不在行。有秦国仙凡混杂，背后更有渡仙门撑腰，怎会突然遇袭？遇袭你不找渡仙门求援，反而大老远的跑来北周，这话真是破绽百出。玄雅师妹，北距泸州到处都是险地，多了宇文将军，也能多个人照应。元清师侄此前就认识这位将军，我刚才并未听他自报姓名。回师说，我与玄雅师妹一同长大，也一同拜入了渡仙门中，因此认识这位将军。他名为宇文灵，是玄雅的父王最信任的将领。原来冰山女和大暖男是青梅竹马，看来元清的俗世身份也不简单呢。你想跟就跟着吧，反正一个刚成仙的大块头，在咱手里也翻不起什么浪。谢仙长。男女姻缘，加上权谋国难，威。此次抵达东海之滨除妖，众弟子务必全力对战，不可懈怠。是。马上就要抵达北距泸州的边界了。我先带你们去北周东南处的入口，那里离乱帐宝林比较近。师叔，北周不是5大部洲之一吗？为什么会有入口这一说？问得好。巫妖大战后，大量巫族妖族逃往此地，久而久之，北周变成了他们的栖息之地。咱们人族高手屡次与他们交战，才强行开辟了几个出入口。好了，你们先去附近的镇子买避障符和解毒丹，1个时辰后在这里会合。是。这家伙怎么不动？难道……算日子，师妹他们应该已经到东海之滨了。如果估计的不错，应该会给我惹些不小的麻烦，那就妙了。就知道你师父没太多东西给你，也搞不懂他非要守着那个小风头干嘛。快去买丹药吧，别磨磨唧唧。谢谢师叔，这些我都有。你有？你哪有？天上掉下来的？算是给师兄的赔礼。之前，这冰山绝对名不副实。这是传信玉，若遇到危险就直接捏碎，我会前来救援。此次历练共20日，若在20日前动用传信玉或自行退出，便算历练失败。我建议你们不要单独行动，更不要拼了命的找药草。珍贵的药草旁往往有凶兽护持，你们
就是他们最好的补品。尤其是你这种细皮嫩肉的极品。哦，师叔还请自重。好滑啊！真羡慕你这种天生丽质。哎呀，本师叔就不行了，皮肤干巴巴的，也没个人在后面天天跟着喊“九九师妹，九九师妹”。好了，你们进去吧。末将奉命前来护卫六公主殿下，还请仙长准许。宇文将军还请在外等候，一切需遵从九师叔安排。宇文将军不必担心，我便是拼上性命，也会护好玄雅师妹。这俩人。记得跟人跟紧点儿，你个化神九阶！师叔，你听我说。小心，有东西在靠近，叫我来。小心右边。叶儿师姐，不要怕。九连离火镜，这个有情玄雅竟然修成了。破天峰的弟子真让人省心啊！这下你放心了吧，大块头。此地乃乱帐宝林的外围边界，凭这几个人反虚境的修为便可应对，而我则要穿过乱帐宝林。先找机会脱队，再设法摆脱跟在空中的师叔。怎么突然停下来了？
我和玄雅师妹要找焰火明心草，王姬师兄陪亚儿师姐走另一条路。长寿师兄，你呢？各位，多多保重，不必担心我。这个李长寿，随便跟一队不就行了？怎么还分成了3路？仙长若感到为难，不如让末将去保护6公主一行。算了，3组先轮流尾随吧，让我先看看这群小家伙现在怎么样了。这2队倒是没太多事发生，也不知道李长寿这家伙如何了。啊！消失了，这么快就被毒兽分尸了？完全感觉不到他的气息。传信玉也没有反应，只能先沿着他去的方向找找看了。终于找到这小子了，居然已经跑了这么远，一个化神9阶的还敢往里横冲直撞，赶着去找死啊！远处的凶兽竟然没发现这家伙。原来是用了影宗符屏蔽自身的气息。这游龙探云步还真是将他化神9阶的修为发挥到了极致。赤阳毒龙血，怪不得毒物不敢靠近。据传，10000年前赤阳毒龙已被龙族清理殆尽了，此物可是价值不菲啊！这家伙做了许多准备嘛，看来确实有迫切想找的药草。他想找什么？仙长不如下去问问。不必了，该去看你家殿下了。可莫要在背后说我这个做师叔的偏心。再往里走会更加凶险。若非已无他法，我也不愿来此。还是再来一声。这就是蛛丝捕捉的杀意来源。此情果然被卷入了奇奇怪怪的事中了。刺鸠那边已经开始行动，我们是时候对另外2个反虚境的下手了。昆龙阵准备的怎么样？布置完毕，绝对不会被渡仙门的人察觉。很好，此事关系到复国大业，
必须让公子得偿所愿。不愧是破天风的弟子，要是都像他们一样省心就好了。把他们带去昆龙镇。王姬、刘燕儿有危险！怎么元清那边也出事了？仙长，末将回去看看。好，分头行动。此人身法利落，气息凶悍，应该是关于刀尖甜心之类。初步判定为反虚6阶。这家伙可能隐藏了一些修为，但只用身法之感，而非御空飞行，成仙几率极低。二次判定为归道6阶。跟得这么紧，恐怕他有什么能追踪我的手段。嘿。五行轮转，厚德化身，重着无阻，屠者在中。哼，倒是挺警觉。刘燕儿，王姬，周围有股猛烈的法力波动。坎水为营，清浪滔天。破！啊！师妹小心！师妹，居然是昆龙阵！强行突破只会在迷阵里越陷越深，要出去，必须找到阵法的生门。修、生、伤、度、静、死、静。
在这儿。不对，或许是这儿。不，那里也有可能。哎呀啊！何方宵小，竟然用这种下流伎俩陷害本仙！有本事出来，跟本仙大战300回合！怎么回事？长寿和玄雅都遇险了吗？果然只是化神境。啊！道门神通，减脂成人，不好，中计了！好强的迷药！小子藏到哪里去了？找到了！幻天宝伞，开！哈哈哈哈！区区结界就想困住我吗？第一步，封锁空间，以图制敌。小子，死期到了！第二步，摄心夺神，身有道消。第三步，渡人往生，消灾祈福。尘归尘，土归土，
修行本是掠天地之灵气，如今也算归于自然了。损失一个纸人，不过有这家伙的储物戒指做补偿，总体还算不亏。阵法什么的烦死人了，要是五师兄在就好了。你们究竟是何目的？要怪，就怪你姓有情。竟然是你，宇文将军！哼，六公主大概忘了，100年前有秦国灭掉了南赡部洲的数个小国，也灭掉了我的故国。我假意归顺，为的就是光复故国。玄雅，宇文林没去救他吗？等等，我和那个大块头一分散，这个阵法就出现了，这么强！师叔，你听我说，来路不明者始终有些可疑，不可轻信之。难道都是宇文林干的？我从一开始就上当了。哼，让我看看你元神里的记忆。公子，届时便由他们袭击其余弟子，用渡仙门的传信玉符调虎离山，将那真仙引入困龙阵。至于六公主，玄雅之事，我自会处理。如此，便辛苦诸位了。待我光宗复国，尔等都是开国功臣。属下誓死追随公子。还真是那个元清在搞鬼，想引开99师叔之后，对有情玄雅下手吗？果然看人不能只看脸，暖男大半都是假象。不过，跟我无关就是了。在满是毒虫的地方用它来追踪，的确是个妙招。元清大费周章设套，显然是不敢正面和99师叔交手，也怕得罪渡仙门。倒是不必担心师叔他们的安危了。先找那株毒草吧。毒雨要来了，得抓紧时间搜查才行。不好，乾坤有变！道祖在上，保佑弟子百因不沾，诛邪必异。因果大道，从来半点不由人。有情玄雅，哎呦！此次抵达东海之滨除妖，众弟子务必全力对战，不可懈怠。是。
糕洒多了。啊！灵娥师侄，你这毒丹哪来的？连我们专职炼丹的丹顶峰也未有记录。都是我师兄炼制的。完了！师兄炼毒水平高这件事也被我不小心暴露了。我们峰中的炼毒大家万凌云长老对各类制毒手法很感兴趣，不知能否赠予一瓶？兰陵娥呀，兰陵娥，师兄这么低调，都被你给卖了。师兄，灵娥知错了。殿下，渡仙门实在太过分了，末将这就下去教训他们一顿。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击败如此数量的下妖，这就是人族的实力吗？我龙族威也。竟然是你，宇文将军！哼，六公主大概忘了，100年前有秦国灭掉了南赡部洲的数个小国，也灭掉了我的故国。我假意归顺，为的就是光复故国。有秦国从未亏待你们，父王还曾说你是他最信任的将领。宇文灵，你枉费国主信任。师兄，师兄！元清公子倒是对六公主情深意重，如此绝境，竟仍不离不弃。我爱慕师妹整整60年，怎会弃师妹于绝境而不顾？宇文灵，你若要杀我师妹，便先杀了我。师兄，你不必。既然如此，我便成全你。你还有什么遗言？说吧。我的确有一件心事未了。若我今日不说，只怕往后便没有机会了。师妹，我只愿与子同学，共赴来世。你是否愿意？师兄，师妹。我不愿。我不愿。你不愿？师兄，你我皆是修道之人，怎可囿于情爱？我有情悬崖早已斩断情丝，一心求道。今日若死，则是天命所然。若你我侥幸活命，往后更应专心求道才是。看来我是无法打动你了。元清，难道你才是背后主使？告诉你又何妨？我刻意接近你，就是为了成为驸马，争夺有秦国主之位。届时，袁家便能以另一种形式复国。我兄弟姐妹众多，就算你成为了驸马，又怎可能有机会争夺国主之位？你的计划实在可笑。你，哼！待我为你种下情蛊，你自会听命于我。我以宝符。有情悬崖，创伤都避开了要害，暂无性命之忧。他应该是动用了什么逃命宝物挪移了过来。
毒雨要来了，如果救他会耽误找毒草。师兄，快走！唉，相比起自家不省心的师妹，果然还是友情师妹靠谱得多。带你办成吧。他们很快就会追过来。这里是……是长寿师兄救了我，他真是个好人。这些伤口都是……不过，长寿师兄似乎提过，弟子前几年突然有了被女子碰就会浑身抽搐的病症。长寿师兄，你的病好了吗？一言赠师妹，人心隔肚皮，不可轻信之。下附地图一份，可绕路离开此地。原来如此，长寿师兄应该是觉得我误解了他的好意，才倍感痛心。长寿师兄如此仁善，友情悬崖，你怎可疑他？活下去，去揭穿元清的嘴脸，去报答长寿师兄这般仁善之人，去通知父王，提防恶贼，救援运灵，牵连顾心。铸剑！火灵剑，起！好在友情师妹性格单纯，否则真是惹出大麻烦了。往后还是远离是非为好，小命要紧的。凭直觉判断，这边应该是西南方向。只要按长寿师兄的地图绕路，立刻躲开恶贼，一定要活着回去。
进北州找仙节草已经10来天了，一点踪影都没有。奇怪，古籍上说能毒死原仙的仙节草就在这附近吧？找到了，仙节草。按照绘制地图，友情师妹此刻应该已经走远，相隔千里，我可以静心完成目标。怎么又遇到他了？这个友情悬崖有毒是吧？干脆改名有毒悬崖吧！这里可跟我给他画的地图差了足足2000里。他是路痴吗？到底是救人还是救草啊？难道要我再犯一次大错？救人很重要，但成功后太高调，且仙节草会被那个大家伙吞噬。救草符合北周之行的目标，但有违良心。以你此时面朝为前卫，师兄，退向正位8尺距离，专注灵体。好在有长寿师兄指点。仙节草有剧毒，我还是再吃一颗解毒丹吧。别发愣，引他们去悬崖。六公主已按计划被追至悬崖边，虽有临阵突破之计，但法力已不动。末将这就去擒住六公主。将军费心了。末将也很疑惑，您是如何做到60年都未能打动六公主芳心的？今日之事多有坎坷，还请您做好杀死六公主的准备。跳！活住他！
失联这么久，那3个家伙也不知道死没死。哎呀！小九，你可知罪？这是偷袭我们的人。破了困龙阵，一掌震碎了2个原先的元神。这修为，难道是师傅忘情上人来了？师傅，弟子被人算计，与3名小辈失了联系，还请师傅速速搜寻他们的踪迹，看是否有人得存。咱师傅没来，是我，你足智多谋又英俊潇洒的五师兄九乌啊！小九，师兄就是开个玩笑，缓解缓解气氛嘛。我尚未成仙，在北周难有施展，还请助我寻找徒儿长寿的下落。萧清风一脉，不胜感激。启元师弟放心，我来时见这2名元仙不断修补阵法，应是算计小九他们的元凶之一。待我查看下他们的元神记忆，定能找到些线索。跳！捉住他！3金碧波蛇尚未成仙，不是宇文灵的对手，你快离开此地。元清的修为虽比有毒高出一小阶，但却不如有毒为重。短时间内，2人难分伯仲。眼下得解决3金碧波蛇和宇文灵等人，拿到新节草。继续速战速决，灭诸少子！将军，我等……待我诸公子抓到6公主再来救。师妹，玄雅，只要你肯助我复国，我便放你离开。为善之人，何必多言？剑势无形，引风化刃。青莲开天，离火耀灵，以气御剑。空有剑势，却无力挡。若非为了能跟上你，我又怎会靠丹药来提升修为？你急于求成，引入邪路，此后难登仙道。只要能抓到你，复国大业便可成。为此，我愿付出任何代价。
若你早就倾心于我，一切何至于此？元清竟与宇文灵是同谋。按照他们的计划，还有2拨人分别去袭击了玄雅师侄和长寿师侄。长寿只有化神境，如何会是这群人的对手啊？时地莫急，咱们先根据这2人记忆找到宇文灵，才能确定小辈们的安危。什么人？幻天宝伞，开！休想封锁此地！对数。攻敌无畏，无穿伏骨。竟是你！宇文灵至元仙境界，即便身躯受制，未尝没有其他术法，仍需小心。眼下先解决此人。元神出窍，幻天破魂！呀！哪怕燃尽3魂7魄，我也要拉你陪葬！失策！哪怕你法术与算计再厉害，但终究未成仙。只要元神回到身躯，就能转生。真元锁神，仙头绝灭。元神碎片在摄神珠内很快就会消散，危机解除。毕竟是能毒死元仙的仙节草，小心为妙。
采药不绝种，福缘免损折。总算到手，还剩最后一步。杨辉这种有仪式感的步骤，还是要亲自来做才放心。下手之精准，为什么不抵抗？哪怕心恶如你，也会有一丝忏悔吗？亦或你是被人逼迫？不愧是有毒师妹，竟然还有自灌鸡汤的本领。灰就不养了，否则反倒不好向门内解释。接下来得和有毒对好口供。宇文灵的本命法宝碎了，这么说他已经死了。看情形倒像是与这蛇同归于尽了，连尸首也没留下。北周遍布毒虫毒草，长寿会不会也？元清也死了。致命伤是破天风秘法九连离火镜造成，是玄雅下的手，此地也只有他们两人打斗的痕迹。啊？重头三头猪的蛛丝，这里有第三人在场，此人潜藏暗处，以蛛丝事物，心思缜密，不容小觑。
龙王陛下，渡仙门弟子欺人太甚，擅闯东海之滨，还损伤我军大半下药，请陛下为我等讨回公道。父王，如今天道大兴人族，道门背后更有圣人撑腰，不宜与之为敌。二太子殿下，我龙族乃远古霸主祖龙血脉，为天地镇守四海，岂会惧这小小宗门？末将以为该让他们知道，谁才是东海真正的主人。将军所言有理，随你处置吧。此次幸得师兄相救，我才能躲过元清与宇文林的围杀，留得性命。我修为不高，只懂些遁法，对战元清没帮到你什么。宇文林那家伙也是与3金碧波蛇同归于尽的，实在不必言谢。那个，有件事我想拜托有情师妹。但凭师兄吩咐，玄雅万死不辞。没这么严重，是我素来怕麻烦，不想引人关注。烦请师妹回禀师长时，不必多提与我相关之事。绝对不要把我扯进风波里，低调才能躲避因果。若能与师兄这样的君子互相引为挚友，当真不虚此行。师兄放心，玄雅明白。真明白了？实在是摸不准有毒的路子。外面有动静，是门中派来救援的仙人到了吗？找到了，玄雅在那儿和长寿在一起。一直不见踪影的李长寿，正好出现在有情玄雅身边，会是巧合吗？长寿，长寿啊！你可是小秋风的独苗啊！如果有个3长2短，不是还有师妹吗？小秋风就你们2个独苗了。师傅，你的身体？不打紧，闭关重击成仙，天劫时出了些岔子。师傅的道基损伤太重，保住性命已是惋惜，如何能抗过天劫？师叔师伯，弟子失手杀了元清，愿领门内一切责罚。师傅宽厚仁爱，久久师叔也一向不拘小节，定会谅解有毒的防卫过当。不过，那位就不好说了。你一个人杀了元清，宇文灵呢？他的死可与你有关？九巫，九九师叔的五师兄是本门素有名望的执事，如今修为已在真仙境巅峰，此人颇有城府，得万分小心。宇文灵在偷袭时惊动了3金碧波蛇，双方同归于尽。很好，就这样，别扯上我。没有人暗中助你。此事与长寿师兄无关，他只是见我被围攻，用遁术助我脱离危险，一切都是弟子的错。有毒，快住嘴！越描越黑了喂！长寿师侄不为他辩解吗？弟子不知道具体经过，不敢多言。
你倒是稳重。悬崖失职弑杀同门乃是大罪，回山后副掌门自会公正裁决。只是，似乎悬崖失职还有位帮手，在暗处用重瞳三头猪的蛛丝窥探。正巧，这附近也有不少相同的蛛丝。大意了。三头蛛丝，那是什么？重瞳三头猪的眼力可观八方，无任何死角。它的蛛丝更能让视线远及千里之外。你怀疑长寿？嘿，要不是他救了悬崖，我这支队伍可就全军覆没了。冷静点，小九，我只是例行询问而已。九巫师兄，我这徒弟老实怕死不惹事，这是他的3大优点。此事还望师兄明察。弟子本领低微，不得不用些蛛丝来探路，也好规避风险。没想到撞见有情师妹被恶人相逼，这才带她遁走。探路？你原本打算做什么？采药，弟子可为此向天道发誓。只不过采的是门内信药仙节草而已。采药？我还以为有什么小秘密。毕竟重瞳三头猪可是难寻的稀罕物。这小子倒是口风严密，有天道之力见证，想来所言不虚。先提升九巫师伯的信任度，才能投其所好，赚取好感。弟子养了几窝重瞳三头猪，若九巫师伯有兴趣，回去便为师伯送一窝过去。那贫道就不推辞了。小家伙很有心嘛，往后多跟本师伯亲近亲近。此人行事周全，不显山不露水。若是心存正道，往后加以培养，可担大任。可若是心眼用偏了，就得尽早斩除，否则祸患无穷。暂时算是稳住九巫师伯了吧？小气鬼！你那个什么猪自己留一窝，其他的都给你九巫师伯送去。是。北周之行还是太冒失了，蛛丝处理得不够干净，对付原先的手段不够。也不知师妹在东海那边怎么样。我就说长寿是个好孩子嘛。哦，对了，奇缘师兄帮他看看病症吧，好像落下了心魔。心魔？我去，这小师叔又读了什么？不对，刀后里有9字的，就离谱。师傅，我们这是回小熊峰了。此次历练，你的心境出了些问题，好在并不严重。幸亏师傅还未成仙，探查不到我的真实状况，尚能糊弄过去。门内听闻历练之事后，打算如何处置有情师妹？副掌门体谅玄雅失职是被奸人所迫，只惩处他闭门思过2年。师兄，啊！你受伤了。让你照顾师兄，不是吵扰他。这几日好好休养，稳扎稳打，才能平和心境。如此，
也好让为师安心闭关。师父要继续冲击成仙天劫了吗？为师乃是门内众峰唯一没有成仙的峰主，实在无颜面对小琼峰列位师祖啊，总得在寿元耗尽前全力搏一把。都说天劫一刀，生死两判，万一……自古求仙渡劫，谁都不敢说有十足的把握能在天劫中活下来。能度过天劫的修士只有1、2成，更何况师父早年道基受损，修为本就不太稳定，身患更比寻常修士弱了1倍，就这样渡劫，完全是必死之举。若为师撑不过天劫，小琼峰一应事务就交由你们打理了。师父，我和师兄一定会照看好小琼峰，你安心的走吧。嘘！呸呸呸！不准咒为师，万一真的死了怎么办？哎呀，年纪大了，刚才说什么来着？反正为师闭关去了。师兄，师父他……我们得帮师父渡过天劫。成仙天劫对于所有炼气士而言，都是无法避免的历练与磨难。天道会根据渡劫者开始修导时的资质，降下不同威力的天雷。成则飞升成仙，败则灰飞烟灭。的天雷，师父能扛过几道？按照师父目前的状况，那以后就只剩下我跟师兄相依为命了。你是难过呢，还是装难过？这正是我冒险去北俱泸州的原因。只有找到他，才能在天劫之下为师父赢得生机。仙阶草，这不是能毒死原仙的剧毒之物吗？哼，不错。但将仙阶草加以炼制，就能成为骗过天劫的假死药——融仙丹。理论上，渡劫者扛住第1道天雷，自身便会产生一缕仙灵气息。若在这时服用融仙丹假死，冰解肉身，就能躲过后续的天雷，化作浊仙。虽然神通不如正常元仙，但寿元相同，还能继续向上修行。我们必须赶在师父的天劫到来前，将融仙丹炼制成功，这样师父存活下来的几率就有9成8了。哇，师兄真厉害！嗯。拯救师父行动开始。我师兄实在太稳健了。
父最近出关的频率好高啊！闭关都如此困难，渡劫只会更加危险。我们要加紧炼制熔仙丹了。师父那么固执，要是知道我们炼制禁药帮他渡劫，所以不能让他知道。不仅是他，门内所有人都不能知道。等丹炉一事解决后，我们便要在丹房外布阵，防止泄密。丹炉，师兄你不是有一个吗？那个丹炉等级太低，不足以炼制熔仙丹这样的高级毒丹。据我调查，丹顶峰的万凌云长老有1000毒百金炉，最合适不过。万凌云，好耳熟的名字。万凌云，毒经一书的著作者，精于炼毒，据说平日不近人情，且极其吝啬，难以结交。我们峰中的炼毒大家万凌云长老对各类制毒手法很感兴趣。师妹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没有啊。哈哈，说起万长老，我还得感谢你呢。要不是你在东海之滨用了他所创的断魂丹，我根本没办法接近他。那当然，我可是把你给我的断魂丹都用光了，同行的弟子都被我惊呆了。兰灵儿，虽然我有意让你用断魂丹结交万长老，但也没有叫你把所有的断魂丹都用光了。你这个败家师妹！师兄，你炸我！师兄，万长老来啦！断魂丹怎么炼？回万长老，取灵活心金血3分，密屋断魂草4分，红鱼草2分，废寨水少许。若预算只有20颗灵石，如何炼制？好可怕的气氛！终极令色等级考试，应试技巧1：寻找共性，降低心防。他既然抠门儿，那我就比他更抠门儿。4分密屋断魂草改为5分寻常断魂草。10颗灵石了，不用花灵石，我与百凡殿葛长老交好，能以小琼峰灵鱼换他5分断魂草。养灵鱼也是一笔数目。灵鱼是师妹在喂养，她花的钱不能算在我头上。没错，就是我。灵活心金血改为灵狐粪，红鱼草培育10万年可得，废寨水可将旧鞋用狗尿腌制，算下来1颗灵石都不用花，就能用10万年培育一颗断魂丹。万长老是不是生气了？10万年，长寿，你竟能抠到这个地步吗？应试技巧2：共有施主，建立共情。灵儿从不知师兄竟然这样节俭，想到师兄用旧丹炉好不容易为灵儿炼制了断魂丹，灵儿却在东海之滨肆意挥霍，都是灵儿的错。我日子过得苦一点没什么，只要师妹好好的就够了。师兄，真是兄妹情深呐！万长老一句话都不说，不会是看穿了吧？保持冷静，随机应变。若论节俭，我还是不如你呀。完了，传说中的阴阳怪气大法。没有打探到万长老如此阴阳怪气，看来我搜集的资料还是不够齐全。这样拮据的生活，偏偏还有个挥霍的师妹，让你本就不富的生活
雪上加霜。完了完了，千毒百金路无了，师傅也无了。你愧不敢当。万长老这啥意思啊？不知道啊。到底什么意思啊？这就是千毒百金炉。没想到我们真的打动了万长老。何止是打动，师伯说万长老对小琼峰的境遇倍感痛心，甚是怜悯。长寿不易呀。好了，也该让你看看千毒百金炉真正的模样。他们两个人呢？你浪费毒丹，该让你长点记性。11、12、13。师兄，人家看不动了。1。哎呀，年轻人真是血气方刚啊！立体复合型组合大阵，这是我精心筹备了60年的原创阵法，与洪荒主流阵法横向分布不同，此阵纵横交错，环环相扣，甚至可以对付真仙境的仙人。师兄，阵法的威力不是与布阵者修为有关吗？我们都不是真仙，怎么困住他们？所以需要一个真仙相助，最好还是一个不懂阵法的真仙。99真仙境，不通阵法，破天峰忘情上人的9徒弟，与其师兄师姐合称9字9仙人。99就是被其中的959师这对道侣带大的。从同门成为道侣。想什么呢？9巫，本次行动的重点攻克对象，在北周时他就对我起了疑心，贸然去找99，必定引起他怀疑。所以我们得想个办法引开9巫师伯。9巫阴险狡诈，普通的办法对付不了他。99最近因被门内责罚戒酒而发愁，每日睡不着，一早起来就找9巫撒娇，9巫对此无可奈何。我们不如算好时间。师妹，布阵和炼制熔仙丹都需要99，你去找9巫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9巫师伯，求求你了！我也想帮你布阵，但我这里的订单已经排到500年以后了。可是小琼峰真的需要真仙指导布阵，就要真仙，就要真仙！哎呀，真仙真仙，我上哪给你找真仙去？师兄，小九要喝酒，喝酒。
就是真仙，你找他。师叔，救救我师父吧！小九要喝酒啊，喝酒啊！小九要喝酒。此物名为佳人酿，有酒味无酒气，会让人有喝醉的感觉，但不会破戒。师叔，考虑的如何？不就是布阵吗？咱就是布阵小天才。九九师叔已经最迷糊了。哎呀，布阵，看我布阵！救命啊，师兄！正位冲一，对位推六，坎位归四，离位进二。什么砍树做掩护，防止被师傅发现？我看他就是想和九九师叔单独相处。臭师兄，给我断！年轻人真是生龙活虎啊！师兄，快让人家看看这阵法到底什么样。多亏了九九师叔用仙力稳固阵基，我这大阵的构思才得以落实。大阵已经建成，是时候炼制融仙丹了。可是，怎样才能让九九师叔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炼制融仙丹呢？他不懂阵法，不也同样打造出了这立体复合型组合大阵吗？圣门到底在哪里呀？阵法什么的真是烦死人了！起！放心吧，培元丹的事交给我了。以小九的能力，绝不可能搭出这样的阵法来。小琼峰既有人会布阵，又为何需要小九相助？刘师兄，这是去往小琼峰。我们峰的万长老让我给小琼峰送个丹炉来。
阵、丹炉、李长寿，你究竟在捣什么鬼？添加药材的顺序、药材的年份，甚至切块形状大小等，都已做到了精确。只要确保师说保证稳定和纯粹的仙力支持，就能提高熔仙丹的成丹率。99师叔不懂药道，无法通过药材等辨别炼制的是门内禁药熔仙丹，但九巫师伯精通炼丹术。一旦被他发现，定难以善了。看来，得在丹药炼成前，将他拦在外面。熏风化符，八门尽显。找到阵法的出口了，哼哼，不过是个基础迷阵。哼，一个基础迷阵，自然困不住主修阵法的九巫师伯。但若是有成百上千个，还在阵中，看来是个连环阵。这次是灵月六转阵，此阵生门通常设在某一风穴内，风穴方位对应南斗六星：天府、天梁、天机、天同、天象、七杀。星分四野，为主七杀。到底套了多少个基础迷阵啊！虽然暂时困住了九巫师伯，但时间拖得太久，定会加深他对我的怀疑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尽快炼成熔仙丹。24阵互联互通，又回到了原地。好小子，我就不信奏不出你这小小的连环阵。这次一定不会错。哎呦，这没道理呀！这不应该呀！我堂堂一个真仙，不破了，索性直接轰开这大阵。这么简单就破开了？
容仙丹炼成了。这就是培元丹啊！我倒要看看你们究竟在这里面干什么。小兽兽，这不是我跟小石是情浓时才会有的称呼吗？他们好上了？你是不是忘了什么？哎呀，这事儿我怎么和诗诗交代呀？唉，事到如今，只能先回去认错了。总算走了，幸好在炼成容仙丹时，及时解除大阵，避免了迷阵变成杀阵，暴露出我更多底牌。咱们说好的，炼成培元丹后，你要送我1年份的佳人酿。放心，除了这些，待1年后时数戒酒期过了，我埋的恒河水老白干也送给你。以后还有什么要帮的，都包在我身上。师叔，若有人问起您这段时间在这里做什么，请您诗诗啊，其实小九是时候找个道侣了。你看，起码能帮他收拾这屋子呀。我们小九何须依靠他人？更何况，他才962岁6个月零15天。四师姐、五师兄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刚出关，陪你师兄来看看你。小九啊，你是不是对？师妹，你没事老去小琼峰干什么呀？布阵炼丹呀。作为回报，小兽兽还送了我一些能代替酒的好东西。判断准确。反正99师叔所知有限，让他如实相告，应该能解开今日的误会。至于容仙丹，虽然炼成了，但服用此药的前提是，师父必须扛过第1道天雷。如今渡劫期临近，师父出关频繁，心境不稳，万一……
所以师兄，你让我砍树的另一个目的，就是制造第二套渡劫方案的这个法拉，法野鸟笼，你不要小看我在9年义务教育下的成果。此物在师父渡劫时自有妙法。如此看来，此次师父渡劫定是万无一失。这是师父的天劫。师父不在山中，师父此时不告而别，他定是怀着必死之心离开的。师妹，走，先找到师父，必须将容仙丹和法野鸟笼交给他。若被这雷光击中，你们会灰飞烟灭的。师妹，你在这里等候。师兄，师父会活着回来的，对吧？会的，一定会的。师父。长寿，为师天劫将至，你来凑什么热闹？快回去！弟子有办法助师父渡劫。为师的状况自己很清楚，你快带着灵儿回去。今后小冲锋就交给你打理了。我之前已央求过几个相熟的同门，平日多来帮扶。师父怀有必死之心，定会被天道认为道心不稳，怕是连第一道天雷也不能渡过。为师让你回去，你没听见吗？你平日的谨小慎微去哪儿了？这天雷不比寻常，以你的修为，一击之下必死无疑。到那时，你让为师如何心安？还有灵娥怎么办？谁来照顾你师妹呀？师父养育弟子，教导弟子100年，并引弟子入道，多年来从未有过苛责。弟子现在唯一能为师父做的，就是在天劫下为您挣得一线生机。你这又是何苦啊？怎么走？多谢。等等，现在想来，这雷云虽有压迫感，却非天威，所以刚才不是师父的天劫吗？为师也是第一次渡劫，没经验嘛。都是乌龙。人家分明是青色的苍龙，怎么能说是乌龙？乌龙是黑色的。
看那条苍龙的仙韵，修为已至天仙境。龙族一向隐居深海，与人族少有往来，而今竟派如此高手到渡仙门，恐怕会生变故，还是小心为上。来者止步！此乃我渡仙门地界，休要擅闯！嫡喜，众弟子即可，随我迎敌。啊！门内出事了，快回去增援！这么快就动手，龙族想做什么？本将乃东海龙宫水军大先锋，特奉王爷前来。渡仙门主事之人，速出来接旨。结阵。刚修成天仙，就敢来我渡仙门撒野，活腻了不成？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是叔祖。忘情上人。忘情，你便是渡仙门掌门？贫道不过门内散人罢了，见你这小龙太过无礼，才出来教导一番。放肆！连云神也开始着手。忘情上人的三元玄火功法真绝妙，若能习得一二，无论炼丹还是强身健体，都大有助益。这人族的三元玄火竟强横至此，法力深不可测。你当明白，如今早已不是龙族欺压百族的时代。自祖龙掀起战火，震碎洪荒起，尔等便已业障缠身。贫道奉劝你一句：知止，长止，方回正途。好个道貌岸然的渡仙门！先是打着除妖旗号闯我东海之滨，伤我水军虾众，如今又对龙族如此不敬，我定会禀明龙王陛下，不日点齐兵马，踏平你这小小仙门。东海之滨。忘情上人，此前降妖历练时，小琼峰弟子兰陵娥为保护同伴，情急之下伤了一些虾妖。小琼峰，长寿师兄的师门。师兄，我是不是闯下大祸了？人呢？虾妖怎么突然变成了东海水军？事有蹊跷。师兄，误伤东海水军的罪业，渡仙门定会查明缘由，倾力偿还。
只是东海之滨乃五部洲交界处，有百族共享，何来闯入一说？看来是龙宫静守东海太久，让你们人族恋其实忘了。早在远古，龙族便已将东海划为属地，东海之滨亦是龙族门户，怎容人族随意踏足？龙王陛下谕旨，3日后召开东海大会，东海之滨归属何处？届时自有分晓。若龙族霸占东海之滨，就等于彻底掌控了通往五部洲的交通要塞，威慑百族。恐怕从布置虾妖之乱到召开大会，都是龙族的算计。龙族避世多年，此番大动干戈，只怕难以善了。将军使命既已完成，贫道就不远送了。忘情上人，不愧是破天峰战力第1的剑修，强者的世界也太威风了吧！我要是成功渡劫，会不会有朝一日也能这般？师父。师父雷劫已至，必须马上回小冲锋，启动避雷方案。好可怕的威压，根本无法抵御。此乃大道天威，有人要渡劫了。你们暂且退避，莫要被天劫冲杀，神陨道消。劫云在小雄峰方向，难道是奇缘师兄？他道基残损，如何敌得过重重天雷？师兄，这次是真的天劫，没错吧？根据云的面积和厚度计算，大约有4道天雷。这么多！天雷就要落下，你们别管为师了，都回去！把为师关起来做什么？这是何物啊？一种抵御天雷的法宝，名唤法炎鸟龙。师父待在里面，不要走动，不要接触围栏。快走，别白费力气了！天雷不会被任何法宝阻隔。法拉第老爷，科学避雷就靠你了。成功了！我没事，天雷也消失了。
子竟如此神奇！怎么办？法医鸟笼毁了。挡住了第一道天雷，也算不错。接下来只要让师傅服下丹药，就能平安渡劫。师傅身上怎么没有丝毫仙灵气息？难道是因为没有正面承受天劫？糟糕，没有仙灵之力，师傅服下融仙丹的瞬间就会形神俱灭。天劫本该由渡劫者一力承担，容不得投机取巧。剩下的天雷，让为师自己来。仙灵气息出现了，师傅，弟子有宝药可助您渡过天劫。莫要浪费，留着你和灵娥渡劫使用。师傅！您的道基尚未修复，连受2道天雷已是极限，不可勉强。道基又如何？既是天命所为，贫道愿赴死一搏。天道，我绝不会躺在地上求饶，徒儿们就在一旁看着。哪怕他们的师父不中用，不能像忘情上人一样给弟子庇护，贫道也要站着死，给他们最后的荣光。这就是人族炼气师的气概，也是贫道的向道之心。不好，师父想要以身殉道。长寿！弟子与师妹千辛万苦炼制宝药，只求师父活下去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快躲开！百年教养恩情，弟子心中早已将师父视若父母一般。为人子女，如何能眼睁睁望着至亲消陨？师父，为了我们活下去吧！为师尽全力拼这一次。来吧，让贫道见见最后一道天雷。我怎么化掉了？道祖在上，这是什么情况？
劫运无常，唯道心坚毅，得天地西归。来吧，让贫道见见最后一道天雷！师父他……等等，再等等。溶解肉身，却让元神飞升成仙，这是如何做到的？解身得道，是冰解，冰解化浊仙。浊仙虽修为远不如正常的元仙，最高只能到真仙境，但以奇缘师弟亏损的道基来说，这的确是天劫下唯一的活命之法。恭喜奇缘师弟！太好了。融仙丹。回众与上人，望请上人，东海除妖之事已查清，当年确有下妖为祸。柳师侄带领弟子前去除妖，兰陵娥利用断魂丹重创下妖，在场并无旁人，更没有所谓的龙宫水军。倒是错怪他了。东海除妖之事已过去2年，他们为何现在才约定东海大会？可见划分东海之滨只是一个借口，他们并不想要土地。听闻近日龙宫有叛党生事，他们在此时约定东海大会，是想彰显威严，树立霸主形象。不错，东海之行必不太平。九乌，你挑一队机灵的弟子，随我们一同前往。届时若有表现优异者，可奖赏破天峰秘籍。弟子领命。渡仙门道成无为经，
还能另外奖赏破天风秘籍。怎么样，东海大会，考虑一下。若能得到3元玄火，对我渡劫确实大有裨益。弟子修行尚浅，恐怕要辜负师伯美意了。师侄谦虚了，我知你精于炼毒。你之前给灵娥炼的那个叫什么丹来着？融仙丹。若我所料不错，你先是去北周找到了融仙丹的重要原材料，又设计获得了万长老的千毒百金炉，最后又哄骗小九为你炼制。我说的可对？这……师兄怎么办啊？快想想办法呀！果然瞒不过师伯，长寿确实炼制了融仙丹。师兄，这是弟子的炼丹笔记，详细记载了融仙丹的配方及炼制流程。因师父道基有损，弟子不忍见师父命丧天劫之下，于是铤而走险，炼制禁药。唉，完蛋了，九无师伯全知道了。这就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啊！救命，太窒息了！啊，师兄！啊！师兄！啊！他顿悟了。半虚六阶，好小子！啊，我竟然又顿悟了。什么情况？罢了，融仙丹一事我可以不追究，但东海大会你必须去。否则我治你一个私炼禁药之罪。弟子领命。师兄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融仙丹主要成分3经碧波蛇蛇头。我故意将错误的炼丹笔记交给九巫师伯，因此他断定我有心无力，并没有炼制出真正的融仙丹。那刚才的顿悟，顿悟是真，修为是假。龙宫举办的东海大会，主要是为了借东海除妖之事大做文章。你们作为随行弟子，需龙宫弟子以守类攻类的方式夺宝，届时龙宫定会找机会刁难。你们是当代弟子中修为最高，或是最为机警之人，需沉着应对，不可使我人教风度。是。长寿，我近日听闻一偏方，可以治疗心魔。多谢师叔美意。弟子这心魔已持续了数年，只怕……
还没说什么办法呢？万一有用呢？师叔请说。那就是以毒攻毒。师叔不可！我看你和灵娥相处就不会有这心魔。我可是费了好大劲儿才找来办法，你不许推脱。原来99师叔在忘情上人面前这么紧张，倒也有趣。不过，为了避免99师叔再靠近我，得想个办法转移他的注意力才是。这是魔方，我教你口诀。这样，这样。哇！长寿师兄，我可以玩吗？当然可以啊。倒是有心了。糟糕，这个动物，有毒识破我了吗？他是故意的吗？我要不要抽搐？有毒，你不要靠近我！欢迎众位仙家光临第1届东海大会，继二太子敖乙殿下10岁寿辰典礼的现场。众羽上人与忘情上人请往品仙台洽谈，其余弟子去宴客区就坐。哇，龙宫可真气派。是啊。风雨术，风雨术不仅是一种传音艺术，还可以自行接纳周遭讯息。优点是不会耗损神魂之力，缺点是各类讯息一拥而入，需要甄别。刚才究竟是谁在暗中观察毒仙啊？就是他了，看上去不像是普通人族子弟。他看我干什么？难道是察觉了我的风雨术？不应该啊！风雨术不耗神魂之力，并不会惊扰对方。算了算了，保持低调。众所周知，我龙族历史悠久，自远古以来便是百族中的佼佼者，底蕴丰富，高手如云。为增强人龙友谊，我们特设弟子打擂环节，并以龙宫珍藏多年的先天灵宝作为彩头。也就是我龙宫实力雄厚，才愿拿出如此宝物，众弟子需踊跃表现。这龙族就爱搞些假把式宣扬威风，谁不知道龙族如今的困境？慎言。
龙族现状的确堪忧。经龙凤麒麟3族大战后，龙族气运折损，大不如前。如今天道大兴，人族道门3教盛行，他们却好似还沉浸在往日迷梦中。我宣布，第1场人龙打擂正式开始。你与本太子切磋一二。我宣布，第1场人龙打擂正式开始。我方派出的第1位选手，就是今日的寿星龙族二太子殿下。二太子，二太子！此人竟是龙族二太子敖乙。这就是10岁的二太子。今日就由我们的寿星二太子殿下，找一位仙门良才切磋一样。等等，他为什么一直盯着我？不妙。你与本太子切磋一二。殿下是不是看错人了？那人才反虚2阶，是这仙门里最弱的人。殿下，选那个女子，还有反虚8阶。这是殿下的策略。首战要赢得有气势，才能彰显龙宫威严。当然得选个最弱的。这小龙路子这么野。长寿才刚突破到反虚2阶，怎么打得过龙宫一个归到6阶的？这反正是要羞辱我渡仙门。二太子，你是要与我长寿师侄切磋吗？不错，让他上场吧。欺人太甚！此战绝不能赢，否则比试时气息稍有不稳，就会突破到归道境巅峰。随之而来的便是成仙天劫。你，二太子，长寿自知修为浅薄，不是您的对手，还请殿下另择他人。师叔，弟子愿带长寿师兄上场。我就选定你了。如此推脱，不如让你们师门仙长直接向龙宫跪拜认输。二太子此举有些不妥吧？他的修为境界……当日你渡仙门弟子伤我龙族水军时，也没见尔等顾及境界差距。龙宫竟不惜将那群东海叛党认作自家水军，也要给我渡仙门难堪。这场比试恐怕是推脱不了了。你好好叮嘱那弟子一番。长寿，你便与他过几招，万事以自身为重。我渡仙门的面皮，无需弟子流血去争。这句话似乎隐含深意，不用流血去争。流血争，这是让我尽力，即便无法获胜，也不能说得太难看。唉，看来只能硬着头皮上了。这次比试以水莲台为界，退到外围即为认输，双方点到为止。且慢！怎么了，二太子？你我不如转个文斗？废话太多，看打！龙宫大佬云集，稍有不慎就会暴露，必须速战速决。
九龙探云步，离火为引，赤焰化蛇。此招虽展现出了小兽兽反徐二阶的极限实力，不过以二太子的修为，应该轻轻松松就能夺。啊，打中了！二太子大意了。反正不管怎样，小兽兽是赚到了。连殿下的仙甲都没破开，这蛊火也不过如此。殿下注意躲避呀！二太子轻敌失了先手，接下来定会谨慎对战。长寿再想伤他就难了。好厉害的符法！再来！趁现在降低术法威力，只要这个敖乙一反击。符引旋风，起！这怎么可能？干得漂亮！哼，有什么好得意的？等下就让尔等见识一下我远古最强真正的实力。小兽兽，一鼓作气，好好在台上展示下什么叫楼外有人。这不应该啊！到底哪里出了问题？不对，他想输，但为什么呢？这位二太子怕是想故意受伤输掉比赛，好借此让龙宫对渡仙门发难。眼下若想解此困局，并保住渡仙门颜面，最好是让长寿打成平局或惜败给二太子。长寿绝不能赢。不愧是天心的高度和眼界，竟能看破背后这样歹毒的奸计。高贵的龙族啊，为何到了现在还是不明白？我们早已不是最强的了。龙族引以为豪的术法招式，在人族面前不值一提。所谓的远古霸主，都只是过往。这一次，我会彻底打醒你们。只是，若龙宫真的想用敖乙受伤来生事，为何非要选择我这样一个最弱的弟子？躲不掉了。奇怪，此拳并无太多威力。无论如何，先设法退出水莲台。你这是一点机会都不给我呀！不过，我不会让你得逞的。好强的后劲！这场比试还没结束呢。我都被打出台了，你竟然还不放过！殿下不仅招式精妙，连武德都这么高尚。这怎么看都像是要把小兽兽拉回去痛扁一顿啊！不过刚刚那招真的隐藏了后劲吗？为什么我看不出来呢？长寿尽力了，现在也顾不得我渡仙门颜面了。
长寿，无论如何，必须输掉比试，哪怕输得难看也无妨。是时候展现我精湛的演技了。接下来，一决胜负吧！我会让你领略到龙族真正的手段。去死吧！无影震雷，妙法归一。我要用这记耳光告诉龙族：如今天有圣人，一直可屠龙族；地有人族，其势浩然不可挡。若还不放下所谓的高贵，寻找真正的出路，那等待我们的只有死亡。醒来吧，龙族！醒来吧，那些沉醉在远古美梦中的同族们！这么狠，完全不留余地！你不要低估本太子的决心！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！若长寿赢了，那这次的麻烦就大了。殿下，龙族的威严靠你来维护了。啊！脚跟挪出边界约有1寸，渡仙门出啦！啊！殿下好帅好帅呀！长寿师兄输的也太难看了，果然还是输了。你们殿下一个脚都踏出来了，你这分明就是黑。长寿果然是可造之才，深谙输赢之道。我就知道，身为这一代中最强的龙，殿下是绝对不会输给人族的。既然战局已定，那是时候谈一下东海之滨土地划分的事。殿下放心，此战我龙宫必胜无疑。既然你们还有异议，那就接着打。还不死心？实则不由自主就挡住了。这攻击看似朝外，实则是将力道回转自身。难道他想，即使没人懂得本太子的决心，我也绝不放弃。哪怕是自震元神，你终究还是输我一筹。完了！奥义千方百计要输给我这个渡仙门最弱之人，是想反向羞辱龙族，从而扭转族中不良风气。只可惜，没人明白他的心思。抓住他！不妙，我的境界快压不住了。混账！竟敢伤殿下元神！弟子修为不过反虚境，如何能伤人元神？还请诸位明鉴。突破的感觉越来越强烈，快被成仙天界锁定了。
得赶紧离开才行。谢将军，他说的不错。殿下是因为自身法力太强，运转时出了差错，才震伤元神。多加修养，便可痊愈。不愧是殿下，法力竟强横至此。快，带殿下回房休息。我还没有说。陈董，宗龙血脉绝不会输。谢将军可别说了，给你们二太子留口气吧。等等，我也可以装伤退杀。长寿师兄，你的伤势如何？无碍。哎呀，伤成这样还逞什么强？那二太子实在太过分，摆明要欺负人才故意选了长寿。玄雅，咱们一会儿为他报仇，让那些龙子龙孙知道渡仙门的厉害。长寿师兄，你的伤势如何？无碍。哎呀，伤成这样还逞什么强？那二太子实在太过分，摆明要欺负人才故意选了长寿。玄雅，咱们一会儿为他报仇，让那些龙子龙孙知道渡仙门的厉害。收礼。龙宫那么多天仙还在看着。长寿伤势颇重，99失职，速送他回渡仙门养伤。不可以，万一途中突然渡劫就麻烦了。啊！弟子斗胆，请师叔留下，让弟子独自回门。东海大会波诡云谲，每少一人，仙门便多一分危险。若因弟子之私而令师门陷入险境，弟子万死难辞其咎。长寿，你……长寿师兄，当真是大仁大义的君子。如此，便依你所言。小九，将3元玄火传给他。喏，师傅让我给你，这功法能强化神魂和道躯，对你养伤极有好处。总算到手了，渡过天劫的把握又多了1成。多谢忘情师伯祖。这个小辈倒是十分稳重，不知几位仙长是否也同他一般，能稳妥地了结东海事宜。接下来，龙宫的对手是我。我儿，你元神未愈，不可妄动。母后，放我出去！孩儿想拜师渡仙门，修行圣人道法。龙族之法可是不够你学，龙族之宝可是不够你用。那渡仙门在道门排名不过中下，有何资格教导远古龙族？可是，此事不必再提。当年道门阐教收了一条孽龙做弟子，放在池子里观赏，这般羞辱，龙族如何能忘却？我儿啊，你还是静心养伤吧。谢将军，务必看住二太子，伤愈前不可出龙宫半步。是。母后，你不懂，只有我这个二太子败在小小渡仙门，才能撕碎龙族扭曲的骄傲，找到挽回龙族气运的新出路。渡仙门，我去定了。劫运已经开始聚集了，来得这么快吗？此处距离渡仙门5000里，距离东海逾万里。龙宫应当探查不到天劫的动静。
糟糕，妆化了。果然，易容术和幻形术还是容易出差错，再加上防水特效妆，才算3重保险。这个岛屿虽然足够隐蔽，但结构复杂，藏身之地反而太多了。不妥。这里构造简单，不会引起旁人注意。海流有点不对劲。海下竟有洞窟，还有天然的逃生通道，倒是个渡劫的好地方。哇！谢将军想看住我，做梦！本太子6岁便已掌握我族万里影宗术乾隆诀，待我抵达渡仙门，就当众拜人族为师，让龙族颜面无存。哪来的道人？莫非他探查到我的存在？龙族秘术乾隆诀已经落后至此了吗？不行，不能让他暴露我的行踪。不对，我吃的是什么？药！龙宫居然在此设伏，好险，差点中计了。幼龙抗药性都这么强，看来软仙散还要改进配方。符阵，水源惊天印。好快的盾法！狡诈的人族偷袭，还下毒！不对，是酒。这声音是敖乙，他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难不成他打算到道门拜师，继续刺激龙族？符咒，一旦有人对敖乙下杀手，就会被符咒锁定元神，遭到龙族追杀。万一龙族发现是人族袭击了他，事情越闹越大，
牵扯到我的天劫就不妙了。既不能灭口，又不能放任这个隐患，哼，那就只有物理性洗龙灭迹。漂洗式。滚筒式。甩干式。很好，残留的指纹、药物、纸人、法术痕迹都已清理干净。哼，敖乙，你我就此了断因果，往后莫要再见了。找到了，殿下在那里。殿下，殿下！不要过来！不要靠近我！人族真的太可怕了！火星遁法，水遁。不愧是大道之力，容不得丝毫伪装。土遁。木遁。金盾，还好前些年为了防止意外，多准备了几处渡劫地应急。成仙天劫终于要来了。从师傅的渡劫经过来看，表成仙
也是一个重要的步骤。道门弟子李长寿，惊起苍天。弟子诚心立自身之道，成无忧之先。天苍地明，我道常宁。感念苍天落下成道之劫，将成仙机缘。这样算是礼数周全了吧？好强的道运，难道这就是天道的回应？洪荒无量，劫灭生，唯道是存。李长寿，让吾看看你的道。仿佛成了一个遥远的梦，短暂且美好。兰心，我的家乡，一个再也回不去的地方。《封神演义》中，天道为完善自身，命道门三圣牵压封神榜，三教弟子因而卷入商周交替之乱，死伤无数。天道的完善，必须以生灵涂炭为代价吗？多年来，我一直利用计算机集群技术，不断融合东西方哲学，试图探索出一条适合众生的新秩序。成功了！6年了，我终于做到了。这破答案要解密6年。我要你这电脑有屁用！这是我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29年。眺望洪荒的未来，天道为完善自身，必会开启封神。仙人一旦死后封神，便会被剥夺自由，丧失自我意识，彻底沦为天道的棋子。这根本就是一场劫难。为避免卷入封神大劫，我已暗中筹备数个方案。而眼下，劫云来了。韩侄，此次随为师前往截教道场讲经布道，感觉如何？师父，汉侄今天终于见识到了我教弟子众多，人与妖混杂，好热闹。不知和龙族的东海大会比起来，哪个更热闹？龙族向来骄傲自满，你可不许学他们。你天资聪颖，颇有悟性，为师相信，不久后你就会迎来成仙天劫。师父，
上次您夸赞的那位弟子已经殒命了。不夸了，不夸了。快，有人渡劫！快，韩芷，这是观摩天劫的最佳时机。渡劫好像已经结束了耶。我这是成功了。师傅，他要飞升了。这大门后便是仙路吧？不错，依我看，他潜力无限，马上就要飞升成为天仙了。这位不知名的道友，你自求多福吧。成仙，成道，这就是仙路，这就是。这，等会儿，什么情况？为什么只有上半身变为了仙躯？现在该怎么办？重罗劫身，让上半身飞升，下半身也很重要啊！又不是跟练辟邪剑法一样，有些东西能说不要就不要了。且慢！莫非是天道错判我的实力，以至于没有降下足够强度的天雷，导致我如今只有半身仙躯的情况？等等，莫非……果然是火德玉遮蔽了天道。火德玉防推算，可以防止被人推算修为、来历。丢掉。劫之变数，实非弟子有心算计。恳请苍天令弟子修行不易，再向天劫。也请苍天允弟子换一渡劫地，以免不测。好在此前为防渡劫有人捣乱，特意多选了几处渡劫地。厉害的劫云，是排行第2的九霄神魔劫。天道真是被我激怒了，麻烦大了。法野鸟龙骨。看来此人多数要死在天劫之下了。看来此人还有一线生机。
不够，人族先贤神农所传，所形成的果子可以形成某种阵势，以作抵挡。最后一道天劫不对劲，奇怪，除了天劫，好像还有其他东西。不急，在此地看看他能否撑过最后一道。理应是撑不过的。完美度过最后一道天劫，师傅，您的嘴真是堪比天道法器。成仙，成道，这就是仙路，这就是竟能撑过此劫，咱们可过去结交，说不定他就要直接飞升天仙。这，等会儿，什么情况？师傅，你快别说话了！哎，是天罚，天道判定此人有违常理，降下天雷责罚。不讲武德！这3朵青莲道花，便是师傅您说的道门标识吧？3朵道花分别代表精气神，花瓣越多，则道基越圆满，潜力越大。历经此劫，我的道花瓣数有27瓣，修至81瓣，但最后一道天罚让道花有了不小的损伤，我得赶紧找个地方疗伤。嘿，道友，吾师徒乃截教金鳌岛炼气士，无名元泽，无名寒指，特来为道友祝贺。金鳌岛寒指，难道是在封神大劫中死于大神鞭下，魂归封神榜的寒之仙？绝不能与大劫之人有任何牵扯。哎呀，恭贺道友飞升天仙！跑！往后修行之路必定顺遂无比，还望道友入我截教。师傅，可惜，连道友的脸都没看着，就错过了。放过这位道友吧。仙路缥缈，世事无常，大道千载，终须自渡。万般因果，方显机缘。道花修复期间，不可随意移动。这渔夫倒是个绝佳的修炼场所。好大的鱼！
什么？要打扰我！这是海神。从鱼肚子里生出来的海神，海神，快把海神从寨里好生供着，通知熊寨全体寨民，搭建神像，拜坛祷祝。哪里来的海神，也敢和本女王大人抢地盘？女王大人，熊寨之事便交给属下吧。此寨地处南赡部洲西南部，位置偏僻，寨民多以捕鱼为生。奇怪的是，寨民们都像吃了猛汉药一样，神情几乎都非常壮硕，吃食也都很正常。奇怪，莫非是祖传体型？这真的是人类会有的体型吗？好大的石像，竟然真的被他们打起来了！我又不是真海神，只要一直假装不能动弹，也就不会有人再信海神那一套啊。海神像也就变成了废石像。我还是尽快修复青莲道化，早日离开此处。不愧是我从鱼肚子里剖出来的海神，闪闪亮亮，看上去就很灵。道花总算彻底修复，我可以隐藏修为，模拟出未成仙的模样了。得尽快了断与熊寨的因果，别惹上什么是非。好重妖气！寨主，快看那边！海神庇佑，一定会平安无事。没错，海神会保护我们的。金二超凡族，玄中妙法，传福泽。寨主，这是。快看，那些人是神仙呀！西法二圣是啥？比我们熊寨的海神厉害吗？此乃我西坊教大教主结阴圣。
二教主专提圣人，诸位与我西方教有缘，二圣算到此方有难，特遣我等前来降妖除魔。妖吗？西方二圣，可是与道门三圣、圣母女娲并称道祖门下6大圣门弟子。不过与其他4位亲传不同，结英尊体只算近门弟子，这才被分配到了贫瘠的犀牛贺州。据说结英尊体当初为了成圣，曾发宏愿要振兴西方，打造世间净土，于是创立西方教。如今道门3教日渐鼎盛，西方教却因为地处偏远，门下人丁稀少，与道门的差距越来越大。西方二圣便开始推行广结善缘、招贤纳才的策略。但西方教弟子不远万里来到南赡部洲，对付一个刚刚出现的妖怪，时机会不会太凑巧了点儿？这是看来你们的海神不怎么灵啊，还得靠我等出手。你胡说，海神会显灵的。别听他们的！还犹豫什么？你们想被鱼妖吃掉吗？这鱼妖杀孽极重，已然业障缠身。从妖气来看，约在真仙境，修为远在那群西方教弟子之上，但他却只出招试探，哪里出了问题？摄神珠，摄取元神，让我看看你元神的记忆，到底想来熊寨做什么？这次你的任务是袭击熊寨，你不是最喜欢人肉吗？只是记住，你最后一定要被我降服。原来都是一伙的，这鱼妖就是西方教豢养的大妖。西方教一边养妖害人，一边派弟子表演降妖除魔的戏码，就是为了吸纳更多门徒，壮大西方教。这可是两教之争，涉及西方二圣和道门三圣，一共5位圣人，好大的因果。稳妥起见，我得赶紧溜，千万不要回头看。生灵力还是没啥用，还得拜圣人老爷。不，我相信海神大人，他一定会救我们。西方二圣，救救我们！救命啊！救救我们！救命啊！孽障胆大包天，西法二圣在上，请赐予行当力量。文杰，我本来就不是海神，不应该掺和这些是非。是那个女孩太天真了，不是我的问题。二圣，救救我们吧！海神大人，求求你，快显灵吧！
资源毒药，教人施于法，灵感来自于知名童话故事《一颗极刀撒布》。嘿嘿。在是偷袭本尊，好一血的毒药，我发不出声音。自研迷药升级版，注射型软身散，一针立马晕，2针双保险。紫炎符阵，3元神火剑阵，永不相见，莫再转生。这个鱼妖找对了，演得太逼真了，下回还找他。咱们熊寨能不能入西仿教，供奉2位圣人？当然可以，往后尔等就做我西仿教弟子。西仿二圣！西仿二圣！西仿二圣！你们怎么可以背叛海神呢？西仿二圣！老师不要怪他，我妹妹年纪小不懂事。无妨，不如让她随我西去，接受圣人指点，定能将她度化。我就这一个妹妹。哎呀，这可是天大的好事！这么雄壮的小姑娘，鱼妖一定很爱吃。这哪是渡人往西，分明是送人归西。跟着他走，可就变成大妖们的口粮了。妹妹，你怎么变得那么厉害了？刚刚身体里突然出现一股神奇的力量，一定是海神大人显灵了。赶紧跑，趁没有人发现！等等，熊寨里还有一个我的神像，万一被西仿二圣看到神像，找到我头上，发现是我破坏了他们的计划。
在下并非海神，特此备下薄礼，以谢贵寨收留之恩。令符炼器士入门手册若干，少年强则雄寨强，无需求仙拜神，自可修炼星寨。他虽然不是海神，但他是英雄。我也想成为他那样的人。现在立刻马上回到道门的地盘。西方二圣只是道祖的记名弟子，我道门3位圣人老爷却是正统的亲传弟子。有道门3圣罩着，就不怕那西方二圣了。能拜入道门麾下的渡仙门，真是一大幸事。昏皇太邪恶了，人心太复杂了，因果太害人了。以后还是得贯彻在小琼峰老死不外出的方针。此前龙族2太子为立威重创长寿，如今玄雅击败众龙族高手，也算为长寿出了口恶气。出来这几天，小琼峰应该没事吧？走前叮嘱师妹要好好休息。师傅刚成卓仙，应该也在闭关。师兄，你终于回来了！到底是谁布下了这连环困阵？究竟有何算计？啊，这字有些眼熟。还请不要破坏此地的一草一木。此路通往一处没有隔音阵法的空地，难道还留了出口？没化血可以不血，怎么控制不住就上头了？当初在丹房外设立体复合性组合大阵，是为防止有人发现我司令禁药融仙丹。没想到把师傅给坑进去了。幸好师兄早在阵中准备了待客间。现在来说说师傅为何会在阵里吧。我发誓，我真的叮嘱过师傅不要靠近丹房，但他可能在想信的事，没听到。信？师傅在外根本没有朋友，连朋友都没有，师傅真的好惨心。心有落款吗？好像是晚江雨。师兄，你知道这个人吗？他是钱师伯，还是师父青梅竹马的师姐，本来也许是我们的师母。能看上师父这么认死理的人，晚师伯一定是一个很好的人。
为什么他没成为师母呢？900年前，婉师伯还是咱们渡仙门的门花，在门内拥有很多爱慕者，而其中有一人因苦追10余年不得，便迁怒于师父，暗中偷袭，致使师父道基损毁。前场失业就背后下黑手，活该他一辈子单身狗，难怪婉师伯看不上他。后来，婉师伯为了给师父寻找修补道基的宝药，便离开了渡仙门，自此再无音讯。师兄，你说婉师伯是不是找到了宝药，所以才约师父见面？这针是我射的，自己确实是我的，但我为何全无记忆？难道我所经历的都是假的？师姐，师弟，这次门内大比你是第14年，进步不少。师弟，你在门内好好养伤，我一定会为你找到修补道基的宝药。师姐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！师父这是道心失衡，生了魔障。道基残损，心爱之人离去，挣扎半生只修成一个浊仙，你的过往还真是凄惨呐！你是谁？你我是同一人，境遇却完全不同。我的过往里，这些都没有发生过。我的道基没有毁，世界也没离开。没错，但世上只能有一个起源。你认为谁活着更好？那么，只要我不在了，一切都会是最好的样子。只要我不在，只要我不在，只要我不在。静气凝神，心念归一。长寿，灵娥，为师好像见到师姐了。师父果然是被五风线乱了道心，生出心魔。你们怎么进来了？朕呢？我师姐很不烦这件事，要报复他吧？朕是弟子设计的，但弟子就是用来防贼而已。防贼？小春风穷的叮当响，哪来的贼？我看就你这贼头贼脑！为师有要事得出门一趟，小琼峰暂由你打理。先稳住手！师父，婉师伯多年未回，门内应该已经将他从小琼峰除名了。安门归等于叛出师门。师父身为一峰之主，若与他私下会面，该如何向长老们交代？那你说该如何做？
师父，隔绝大阵已开，不会有人打扰您给婉师伯写信。师兄，师兄，你真要去给师父送信啊？万一……最坏的可能就是婉师伯已经遇害，这封信是有人要引师父外出除掉的。师兄，你是不是已经有怀疑对象了？不错，此人就是毁掉师父道基的那个情敌，如今就在新南峰。一个武力仅次于九次九仙所在的破天峰，但财力第一的封侯，门内不会因为小权公穷便任由他封欺负吧？事发时并无旁人，门内无法判定事情经过，只能略作惩处。我本以为这段恩怨已随婉师伯的离开就此了断，可没想到，如今师父修成浊仙，更有望突破真仙境，对此人便是一种威胁。如果信的是真的是有人在背后算计，那么他的嫌疑最大。师兄，这人是仙农峰峰主的弟子，快思。原来是他，他不是已经修到真仙境巅峰了吗？师父却因为他苦修900年才成浊仙，还险些惨死在天劫下。我会盯紧此人，一旦发现此事与他有关，那么我会连同当年的恩怨一并清算。此外，赴约途中也有风险，还需增加底牌。师兄，这是要干什么呀？此物名为侧感石，涂上寒色花的枝叶，遇到神石就会变色，可监察是否被窥探，以及窥探者的修为。这杀小纸人不也能干吗？给你增加点参与感。这丹炉里炼的什么药？天仙版软仙散。为蒯司这个真仙准备这么高品质的药，有点浪费啊。真仙境距天仙境虽远，但万一人家是个隐藏大宝。再者，仙灵峰善炼器，若蒯司有厉害法宝，一刀下去999。稳妥考虑，还是按天仙境应对，有备无患。这段时间你就和师父闭关不出。魏师兄实在太稳健了。可对方若见赴约的是你，改变计划呢？所以，我绝对不能露出破绽。怎么刚好碰上从东海大会回来的人，假装没看到。99师妹，你们这么快就从龙宫回来了？别提了，龙宫那位二太子敖乙不知道又发什么疯，所以结束的仓促。不过我师父说，这次长寿对战敖乙有大功劳，我就趁机要了些法术典籍给小琼峰。师兄，你不用太感动啊，回头吩咐长寿陪我喝酒，喝到我满意就行了。这闪避动作这么丝滑，小寿说是身体有病碰不得，你这老头还守身如玉了。多谢99师妹关心，但长寿实力低微，目前还用不到太高级的修炼典籍。已经在龙宫大出风头了，要是再少些东西，我不就成门内最亮眼的仔了吗？就算不为长寿，齐恩师兄刚升谪仙，也很需要典籍巩固修为吧？99师妹的好意，师兄心领了。贫道正准备去南州历练，稳扎稳打，提升修为。啊，这风格改变的这么突然。齐元师兄900年来不是一向闭关修行吗？齐元师叔，
此次长寿师兄舍命护我渡仙门颜面，玄雅钦佩不已。不知他伤势如何？目前已无大碍，劳玄雅失职记挂。倒是你这一身伤，玄雅在擂台上把龙宫弟子揍了个遍，给长寿报了仇。报仇？有时你也太冲动了，总要低调啊！龙宫不会把这笔账算我头上吧？玄雅失职，如此顾念同门之义，贫道很是欣慰。是谁在生气？西元师兄这是不开心了？怎么脸这么狰狞？长寿师兄高风亮节，至仁至善，乃我辈之楷模。能与他相交，是玄雅之幸。别夸了，让我走吧。九九师妹，你们一路奔波，还是先回山安顿，咱们就此别过。侧本是有反应，我被神识锁定了。竟然有人愿意花那么多灵石买这个诛仙的命，倒还真是一笔划算的生意。待他抵达南州灵东城，我们便立即下手。根据测反时的反应，共有3道神识锁定我，2个元仙境的不足为惧。不过真仙境的这位，如果隐藏了修为，就可能是真仙境巅峰，甚至更高。信息太少，暂时无法确定跟踪之人。也罢，我已经备好了15种应急预案，方便及时应对。这就是信中约定的见面地点。南州不愧是人族气运汇聚之所，都开始追求精神需求了。不过，神识锁定解除，这就现身了。我还什么都没做。依然是你。九无，师兄，怎么是这个老狐狸？他跟着我，不，跟着师傅做什么？而且那2个元仙境的也消失了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他旁边那人是？不知道，他是在城中与目标碰头的。之前我们一直小心隐藏在地面追踪，没有发现别人，应该也没有暴露。保险起见，我们得掌握主动。有这个法宝在，2人一并杀了也不是什么难事。师兄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小九担心你独自外出不安全，托我暗中相护。想不到，师弟，你向来洁身自好，怎么升仙后突然性情大变，往红尘俗世里钻呢？九无师徒暗中相护也是好心，如果他跟踪的不是我李长寿的话，危险！他对师傅十分了解，我要是露出过错，一般就藏不住了。怒火之年也会被惊动的。师兄，你误会我了。吾辈炼气士一心求道，岂会恋慕俗世污浊？我停在这里，是另有原因。什么原因？
城中如此繁荣，凡人温饱不成问题。这些人却脚步虚浮，跟恶鬼似的，着实古怪。唉，想不到师弟如此单纯。师弟自暮晚将与师妹近1000年，一直很寂寞。我这个做师兄的，确实不该过度苛责。总感觉他在想一些不礼貌的东西啊。确有一些人阳气虚弱，寿元无多，像被妖族吸食了精气。而里面正好有3个妖怪，一个真仙境，2个元仙境。方才我没能一眼看出，师弟，你的眼力不错呀。我升仙之后，确实眼力有些长进。看来之前跟踪我的，就是这2个元仙境的妖怪。师兄，事关重大，我们是否马上返回门内禀报？师弟何时变得跟长寿一般思虑周全？此事目前只有推测，却无证据。不如先暗中探查一番，若确有其事，咱们联手除妖，护一地清明，岂不美哉？师兄果然是义薄云天。就我师伯轻易就能发现我与师父的细微不同，我必须更加克制，不能越线半分。末世3姐妹加场表演马上开始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！加场表演。看看这个，新鲜的。幕后之人为了引师父入局，真是煞费苦心。跟九无师伯一起行动就是暗器，竟然抓到了妖怪吸食人族精气的现行。话说这么熟练，他们到底吸食了多少精气啊？你们没中姐姐的万香迷魂物，难道你的修为比姐姐还高？那至少是真仙境巅峰，怎么会跟一个浊仙在一起？妹妹们，先杀了那个浊仙！师弟，保护好这些凡人。好吵，发生什么事啊？竟然还有一个妖怪，难道他有什么隐藏妖气和修为的法宝？掌柜的，他打伤了我的2个妹妹，小兰姐姐，你要为我们做主啊！敢在我店里？师弟，千万保护好自己！我绝饶不了你！九无师伯应付得了吗？不对，现在好像我比较危险。
这么紧？我要是使出灼仙以上的本领，肯定会被九无师伯发现端倪。也就是说，要用师傅的人设跟3个妖怪对战。是个糟老头子，怎么这么能跑？为了装师傅，我饶命了。没事儿，他跑不了。万飞小火物已经成了。不妙，琴声中竟然暗藏无形水雾，逐渐令人窒息。虽然我本身的天仙境修为足够抵挡，但显然师傅这个灼仙是抵挡不了的。九无师伯，你怎么还不回来？不好，尸体有危险，必须马上了结这个妖怪。别以为我拿你没办法。你是青丘狐族？这下可麻烦了。算了，求人不如求己，启动地球抛你几远。没用的，这万飞销魂物以我的法力驱动，凭你区区一个灼仙，根本不可能破解。贫道自己的法力低微，大仙绝不会向你们这些作恶的妖怪屈服。纸人1号、2号、3号出动，4人符阵，禁止离宫。人类总是会被表象所迷惑。青丘狐族蒙圣母女娲硬币素来与人为善，为何你却自甘堕落，干起了吸食人族精气的勾当？要你管！束手就擒吧。我要杀了你！妹妹们，把力量借给我！又来了！万毒噬魂物！
会暴露远超卓仙的实力，引起九无师伯的高度怀疑。但如果任有毒物蔓延，师傅的人设是保住了，人就很难保住。不能，千万不能打！师弟，没事吧？这3只妖怪着实厉害，多亏师兄搭救。师弟太谦虚了，没想到你竟能和3只妖怪纠缠到这种程度。出门前，长寿给了我许多符箓防身。原来如此。长寿师侄那么多鬼主意，别说元仙遭不住，真仙栽跟头。待他成仙，怕是连天仙都敢算计。师父的一世英名，我忍了。下在琴上的禁制破了，暗杀失败。奇缘呢？奇缘，你当了900年的废物，一朝成仙还是如此能干。越是如此，我越是留不得你了。综合小指游的监视，基本可以确定快思就是幕后真凶。他以挽江云为名，引师父前来灵东城，欲买凶除掉师父。如今快思得知蛤蟆药失败，已在赶来的路上，他最快1个时辰就能到。麻烦就麻烦在九无师伯。蛤蟆妖身上的业障真多。这狐妖隶属的青丘狐族，与人族圣母女娲颇有渊源，不太好办。先想办法引开九无师伯。不如等他醒后再拷问。附近有个偏僻海边，正合适。醒了！你这狐妖为何在人间作祟？与那蛤蟆妖又有什么关联？奴家，您幻想来。好厉害的媚术！好在我常年研习清心咒，问题不大。九无师伯应该也……九无师伯，你冷静一点啊！师伯，对不住了。还好有这东西在。这是长寿化的白眉老后图，炼气时修道静心，抵抗媚术必备良品。好厉害的法宝！哼，竟敢用媚术欺我等！还
趁此时。哎呦！师弟，你怎么了？师兄，我先上前往此等场所，刚被蛤蟆妖击伤，又遭遇狐妖媚术，似乎产生了心魔。师傅，你千万别怪我。赶紧休息调养一下。姐姐们，你们死得好惨！说，那个卓仙是怎么杀死你姐姐的？他有什么特别手段？姐姐们已经死了，告诉你这些又有什么意义？那你也没什么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。天仙版软仙伞，看起来效果还不错。稳妥起见，总归要确认一下，杀错人可就不好了。还是进行一下搜魂吧。师傅。果然，快似买通蛤蟆妖，欲在此地杀死师傅。师傅，万师伯，令东城百兄杀人事件确认完毕。你是什么东西？你沦丧了良心！
快死不愧为奇效，这日破云梭竟还能变换多种攻击形式，学习了。怎么可能？你不是捉仙，你是真仙。错，我是天仙。望你入世，无法转生。我确实没有参与吸食人族精气，不信的话，竟有功德。一般来说，行善带来功德，作恶带来业障。等功德积攒到一定程度，便可获得成圣契机。机缘上佳者，可凭借功德成圣。当今6圣都是以功德成圣，道门3圣以教化取功德，西方2圣以发宏愿取功德，圣母女娲则以造人取功德。但这狐妖身上的功德，这是祖传功德。我族祖先曾在巫妖大战期间救过人族，因此获得功德传至我辈。你们若杀了我，我身上的功德便会转化为你们身上的业障。师兄，此女虽狂妄，但所言不无道理。只有将她带回门内发落。我出来的太急，没带能收束活物的宝囊。啊，我带了。出门前，长寿特意为我备着的。符箓、宝囊，契元师弟似乎谨慎过了头。这些东西真是长寿师侄给他的，还是说……师弟，不知长寿师侄最近在干什么？师兄啊，你怎么来了？长寿啊，应是在修炼吧？他为什么突然问起我？正好，我来这里坐坐。师兄不去趟赏罚殿吗？小兰之事仍需门内定夺。麻烦了，一定是这老狐狸发现了什么。稍后我自会跑一趟。怎么，小琼峰不欢迎我？那怎么会呢？师兄造访，必令小琼峰蓬荜生辉呀！天亮，请睁眼。昨天晚上死的是99师叔。玩了一天了，每次都是我先死，不玩了。99师叔，你耍赖！我就知道，李长寿呢？他哪里去了？五师兄，你怎么来了？哼，坦白吧，师侄，我早就怀疑你了。跟我玩这一出，怎么可能瞒过我的眼睛九五师伯，一起玩狼人杀吗？李长寿竟然在这玩什么狼人杀？那起源真不是他假扮的。保险起见，还是用法术查探一下，身世为引，
霎时尽显。真是我想多了。哎呀，既然你们在这玩游戏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这就走了？九师伯，好险，还好我身上有火的预防茶炭，否则方才直接被九无师伯看穿了纸人化身。看来是我扮演的师傅不够像，才引起了九无师伯的怀疑。往后定要仔细观察师傅演戏，进一步提升演员的自我修养。这次我与纸人兵分3路，击杀蒯斯的同时，利用九无师伯制造师傅的不在场证明，用99制造吕长寿的不在场证明。其中多有风险，往后需好好复盘。只是师傅那边……西元那个废物，为什么只等你花那么多心思？我到底哪里比不上他？你这样心思歹毒的人，也配和姬元师弟相提并论？也配和姬元师弟相提并论？既然如此，你就别怪我心狠了。师傅，临东城之约也是蒯斯的阴谋，他欲买凶除掉你，后双方因私怨大打出手，同归于尽。你回去吧，为师想一个人静静。万师伯虽死，但仍有魂魄留存于世，也许师傅和万师伯真能有重逢之日。贫道代表金鳌岛来访，与贵门论道切磋，此为拜帖。我渡仙门与金鳌岛同属道门，却应增进交流。看来这一次又要挑选优秀弟子与金鳌岛切磋了，不如……我等想与小琼峰的高徒切磋。小琼峰，门内最弱的风头，金鳌岛此举何意？难道想故意折入渡仙门？应该是想避免道门争端。小琼峰实力如何，稍加打听便知。金鳌岛获胜面上有光，咱们渡仙门也不算失了面皮。小琼峰有师徒3人，不知道友想与哪位切磋？李长寿。敖乙，他拜入了金鳌岛。龙族一向傲慢，如何会与道门为伍？为了打败蓝衣老道，我要去道门拜师，修习圣人道法。为了重整龙族，我要扬名四海，引领族中弟子拜入道门。扬名计划第1步，洗清龙宫一战的污点。回众女上人，我师兄李长寿修行遇到瓶颈，必死关了。还好准备了避敌计划。着实不巧，敖乙太子不如另择一位弟子切磋。友情玄雅，愿向敖乙太子请教。你是小琼峰弟子吗？不是。那便不行。师兄，我是为了你才不稳健的。
不许发无超说。小琼峰弟子兰陵娥，愿向敖乙太子请教。我的对手非长寿道友不可。否则心魔难消。龙宫一战输的是长寿，你为何会有心魔？心魔这种事，懂的人才懂。我给南一老道写了后，怕老道这件事实在丢龙现眼。他既然闭关了，我就在门外等他。这小龙座是正觉，都开始堵门了。事关龙族兴衰，我绝不会放弃。那就这么耗着吧，看谁熬死谁。我龙族寿命长得很，熬死你还不是绰绰有余。他俩这是要熬死我呀！实在不行，只能唤醒长寿了。哎，奇缘师弟，你与蛤蟆妖一战后，伤势如何呀？蛤蟆妖？难道是长寿说的快死顾兄杀我那个？好多了，老九无师兄记挂。还好对过口供。敖乙一直赖在小琼峰也不是个事儿，要不夜里偷偷砸晕丢出去。我会被龙族暗杀吧？小尿精，赶紧出关，调整2层伪装。既然突破瓶颈了，便出来吧。敖乙又来找你切磋了。敖乙已渡劫成仙，而弟子不过反虚境，怕是难以取胜。师父，弟子有一个既不与敖乙交手，又能让渡仙门稳赢的法子。阵法切磋，倒也可行。九你也太毒了吧！这阵你都破不了，还让敖乙破？唉，师兄，你这次稳健不起来，要露馅儿了呀！长寿师兄，没想到你不仅善炼丹，竟还精通阵法。长寿，你那破阵我进去就晕，敖乙肯定闯不过。长寿，此战过后，你定能得到门内重视。快和为师谢过九无师兄。举手之劳，不用谢。谢你个鬼呀！苍天啊，把这坑神带走吧！只要在不强行冲破阵基的情况下走出这座大阵，便算敖乙太子获胜。请。只能随机应变了。此阵将是我扬名四海的第一个垫脚石。敖乙师弟，这阵法看着并不玄妙，一定困不住你。为兄等着为你庆功。敖乙师叔，自求多福吧。又走回来了！水灵灵珠，给我封住这连环困阵！竟是生于远古的先天法宝，难怪能阻断大阵运转，令生门显现。但……冰离剑，给我斩了这方寸之地！又一件先天法宝。敖乙真是旷里有加，只是阵法造诣差得令人发指。
族在阵法之道都这么不堪了吗？此阵颇为玄妙，想当初我也险些出不来。酒窝师伯说笑了，这就是最普通的迷阵。师傅，敖乙师叔入岛尚短，所学有限，弟子们倒是学过些阵法之道，想去试试。为师相信你们一定能破阵。啊，好好的师傅，长了一张嘴。我定能破此阵。终归是败了。也罢，贫道这就将他们带出。前辈且慢，我来开。是时候展现我金鳌岛真正的阵法造诣。我居然也迷路了，不能被看出来。我龙族还能站起来！敖乙师弟，为兄来救你了！连天仙都被困住了。长寿在阵法上的造诣确实不凡。长寿啊，这个优秀仙苗，你当定了。谁爱当谁当，不要给我！金鳌岛也不过如此嘛。九九师叔，既然你主动吸引火力了，一定不介意我再把祸水引向你吧？此阵能有如此威力，九九师叔居功至伟。这座大阵一直是靠您浑厚而又纯粹的法力在运转，对吧，师妹？可不是嘛，阵基里的每颗灵石都是您嵌进去的。九巫师伯推荐的就是靠谱。可是小琼峰真的需要真仙指导布阵，就要真仙，就要真仙！真仙？他就是真仙，你找他。师兄，好像是有这么回事。难怪我在镇里一直兜圈，原来是九九师妹所拨。是吗？我也没想到自己这么厉害，这大概就是天赋了。九九师叔实力强横，众位道友闯不过去，实属正常，切勿因此沮丧。我输了。道友阵法之玄妙，敖乙领教了。师傅，你怎么也在镇里？为师是来找你们的。如今是我金鳌岛输了一阵，不知小友能否和敖乙师弟再比试一番？当然，绝对不是为了输赢啊，只是想助我师弟摆脱心魔。一个成仙的挑战一个没成仙的，这公平吗？请元泽师兄将我的修为封到反虚境。这倒是公平了。那便再切磋一次吧，莫要让人觉得咱们渡仙门拒战。这熟悉的剧情走向，弟子遵命。敖乙太子，今日与东海大会有些不同，我或许会胜之不武。道友于阵法之道已经胜我，这一战是敖乙强求得来，道友尽管出手。为了渡仙门的面皮，此战必须赢，但如何赢才是重点。
好快的盾法！原来胜之不武指的是避开正面交手，既如此，便逼你现身。都炸成这样了还不出来，这人的打法真是一言难尽。总之，敖夷太子拿土遁没办法，承受也算立于不败之地。用盾法避开正面战斗，就算获胜，旁人也觉得是取巧。师兄够稳。伏火破不开他的心墙，得换点尖锐的法器。攻击如此密集，来不及细杀此人踪影。再这么打下去，敖夷师叔要被炸成刺猬了。这是什么法器？一棒砸下去还能喘气吗？敖夷师叔本来就不高。师们，我们认输。输了，我又输了，多有得罪。这次可否算作平局？女王大人，咱们派到南海传教的弟子失联了，让压神的人去查看一下。另外，道门可有异动？听闻金鳌岛正在渡仙门论道切磋，倒是个挑拨道门关系的好机会。渡仙门。长寿道友，不，长寿兄，如此光风霁月，已心有所感。此番回师门，定会好好参悟。敖夷兄客气。叨扰数日，贫道这就回去了。禀众羽上人，望秦上人，人教逍遥仙宗借来传信玉符。见信如晤。近日，阐教云中子与截教多宝道人于中神州起争执，两教弟子到场助阵，我宗调停无果，盼贵门来援，逍遥仙宗锦旗。人、阐、截三教同属道门，阐教和截教多年来纷争不断，都是咱们人教在调停。我们确实该应下逍遥仙宗的邀请，前往平息此事。阐教又与我截教吵起来了，不多说了，
贫道这就前往中神州助我结教。三教终究是一家人。今日天色已晚，原则道友不如在此留宿。明日我派人与你一同前往中神州，平息纷争，如何？这也好。明天你们俩就先回金鳌岛吧。九乌，明日你随原则道友一行去中神州。是。师伯，这是万凌云长老炼制的腐仙灵魂丹，可用以防身。用时需闭气，以防自伤。你小子有心了。师伯切记，此丹毒性甚烈，非危及生死，不可擅用。师兄，阐教和截教吵架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门内那么急着派人去劝架。这次冲突的主角，阐教的云中子和截教的多宝道人，听说他们都喜欢法宝，只不过云中子喜欢仿造赝品，而多宝道人则喜欢收藏真品。也许是因为法宝，二人吵了起来。那法宝是假的，你的法宝才是假的。总有人嘴笨吵不过，于是很快进入了洪荒吵架的必备流程——骂人。二人都叫来了各自的师兄弟，两人的争吵升级为两教的矛盾。这样一来，作为道门三教之一，从不参与阐劫之争的人教，不得不出面调停。逍遥仙宗劝架无果，又发动骂人战术，叫上了咱们渡仙门。就为这么点小事，闹那么大？阐劫两教的矛盾由来已久，甚至要追溯到两教圣人立教之时。九无师伯前去劝架，但愿别是吃力不讨好。回女王大人，渡仙门和金鳌岛派人一同前往中神州，为阐劫两教劝架。阐劫两教的矛盾，或许可以升级为人、阐、劫三教的矛盾。属下明白了。太多了，有埋伏，是隔绝法阵，趁法阵还没彻底结成，冲出去！我赤鸟向来性情温顺。怎会突然出手攻击？事有蹊跷。我赤鸟来势汹汹，带头那只的实力将逼近天仙境巅峰。我虽也是天仙，但不是他的对手。隔绝法阵困住了我们，必须想办法尽快破阵。震雷离火，天使造化，摩天扬雷，起！天光熠熠，黑影如梭，万影剑阵，去！
妖物太多，分头突围，你们小心！丹阳四品禁制被破，九无师伯出事了。我也联系不上无误，一定是出事了。我现在就去找师傅。长寿，要不是你给的毒丹，我真就见不到你了。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九巫一行因是遭到了火赤鸟伏击，2位渡仙门长老殒命，九巫受重创，元泽等人不知所踪，金鳌岛也没有他们的消息。火赤鸟，他们怎么会突然对渡仙门和金鳌岛的人下手？此事不简单。这些火赤鸟被我们击毙后，身上闪过一缕血光。我仔细检查过他们的尸身，发现其元神被抽空，早已死去多时。看来，他们的元神被操控了。操控元神，竟有这种邪术，简直闻所未闻。后来我虽被师父救回，但性命垂危。好在有麒麟长老出手，才捡回一条命。麒麟长老，常年镇守道藏内殿的那位。他是门内唯一的太上长老，也是门内2大金仙之一。他似乎见过这些操控元神的邪术，不，应该是族群。他们被唤作血赤黑纹。血赤黑纹，麒麟长老，麒麟长老。他们神秘，嗜血，来去无踪。通过吸附他人骨血，从而附身操控。操控火赤鸟的真凶，只是一群蚊子。千万不要小瞧了这群蚊子。远古时，他们曾经用类似的手段挑起了一个族群的内部纷争，甚至引发了族灭。灭族于无形之中。没有任何判别的方法吗？灭一个族群都这么容易，那我渡仙门。近日有血赤黑纹作祟。此文凶猛异常，请各封严加戒备。门内也开始戒备血赤黑纹了，这日子真不太平。蚊子。封神大劫之时，西坊教尊提道人手下确有一只蚊子，能够操控他人元神。他害死截教内门弟子，啃坏西坊教镇教之宝。莫非就是这血赤黑纹？血赤黑纹消失已久，
此事忽然出现，定有缘由。难道与产劫之争有关？杜仙门与金鳌岛派人前去调节纷争的路上遇袭，显然是有人与其勾结。原则？也许他并不希望产劫握手言和，所以暗中除掉九屋。如果真是这样，原则在重创九屋一行后，应选择将一切推给火赤鸟，反正一切死无对证。但很奇怪，他失踪了。不错，他有可能是畏罪潜逃，也可能是隐藏在暗中伺机出手。真相到底是哪一种？破解谜题的关键在于原则。九屋一行遇袭后，金鳌岛也没有找到原则的下落，可见他并没有死。既然没死，他去了哪里？为什么毫无消息？如果是被俘虏了，俘虏他的只可能是血赤黑纹。血赤黑纹为什么要抓原则等人？如果没有腐现灵魂丹，九屋极有可能会死，因为同行的2个长老都死了。显然，血赤黑纹是想对杜仙门下死手，可是为什么？产劫2教发生冲突，幕后主使对前去劝和的人教杜仙门是杀，对截教的金鳌岛却是不杀。他们到底在谋划什么？原则的失踪，加上血赤黑纹的特殊能力，杜仙门已不再安全了。我乃金鳌岛原则，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别想威胁我，我是绝对不会听你的。拜见女王大人。吸收完血莲，你们便可以一跃成为金仙，然后带领妖族去覆灭杜仙门。记住，覆灭杜仙门。是。安排火赤鸟偷袭，再以血赤黑纹掌控金鳌岛炼气室，攻击杜仙门。女王大人果然高明。这回定要让他们道门3教吃个大亏。只有这样，上面那位才会满意。所有人誓死守卫杜仙门。门内有数千人，未成仙弟子占大半，元仙以上弟子、长老有数百人，不知有多少会葬身在这场血腥浩劫中。誓死守卫杜仙门。
为应对血赤黑纹，我紧急组建了一支纸人军团，将所有纸人按实力由强到弱分为鬼、神、天、地、人5个大队，安插埋伏在门内各处，可随意变化各类形态。但愿能守住宗门。好在提前安置了重瞳3头蛛丝监控，弟子纸人善独战和阵法，是我埋伏在门外的第一道防线。虽成功击退了先锋军，但宗门的这场大战避无可避。敌军尸体就交给你了，人字纸人。这女子是何方高人？我竟无法找到她的原始。来了，3000里外，西北方向出现敌军。看来被控制了之后，这些家伙的神智也出了问题。这么快！全都被突破了。劫护持大阵。战这群恶妖！师父，对不住了，完了完了，我们师兄同流合污了。此次来袭的大妖，修为都在元仙至天仙境不等，师父只是着仙，恐怕难以应对。到时我自会和师父解释。快走！
记住，复命渡仙门。金仙，金仙一击，竟能击退门内那么多天仙。金仙之道早已得天道认可，可半道而生，长生不死。面对金仙，我再多的算计都是徒劳。今日就算门内天仙全部冲上去，也只能是送死。金仙，麒麟长老，以1敌3，找死！幻影剑阵。门内只有2位金仙，还有1位便是掌门，但掌门闭关数年，不知。宵小，胆敢来犯？掌门出关了。掌门代表着渡仙门最后一道防线，一旦掌门落败，既无忧现身，渡仙门无计可施。听令，开启挪移大阵，所有未成仙弟子立即进入大阵转移。挪移大阵已开启，此阵顺地脉方向挪移，瞬间便可出现在万里之外。快走吧，多逃一个，渡仙门的未来就多一份希望。快走吧。灵娥，你带着师傅先走。你不走吗？快去！宗门岌岌可危，只剩下一个办法了。友情师妹，你有一项重要的使命。什么使命？我愿誓死捍卫。不是要你死，而是要你去哭。渡仙门弟子友情悬崖，今起本门道成之缘，人叫太清圣人。师兄，我早淡了凡尘情欲，哭不出来。想象你有一只心爱的宠物，某天它被山石砸到，不幸离世，你将它埋葬，却发现它的尸身被人挖出来烤了。就是这样，继续往下说。渡仙门奉渡厄真人为开山祖师，因渡厄真人师承太清圣人，故渡仙门以人教正统而居。我渡仙门惨遭寻妖算计，望太清圣人明察。不论血池黑纹背后是否为西方教，其目的都是挑拨道门三教。此事涉及圣人之争，唯有人教太清圣人才能化解。友情心思澄澈，
是酷拜太清的不二人选。但愿太清圣人真能听到。是挪移大阵，竟想安排弟子逃跑，做梦！进攻挪移大阵！阻止他们！麒麟长老亮了麒麟本体，这是准备以死相拼。原则，他们怎么成了金仙，还出现在这儿？既然被你们发现了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给我上！必须拦截他们！群妖攻山何其猖狂！我二人路过，斩妖除魔，不为人道。你们有本事正面战贫道，老子逼毙了你们妖祖宗！老子逼毙了你们妖祖宗！让我服了他！天子只人善于应变，用以诱敌入阵。仙门以人教正统而居，我渡仙门惨遭群妖算计，望太清圣人明察。太清圣人就是渡仙门啊！老师，他们拜的是您的太清圣人像，您不愿走动，弟子也想安心修行啊。也罢，让我看看发生何事。人教奉无为之道，旨在少沾因果，专心修德修行，却不代表事事无为。渡仙门是渡恶师弟所创，倒是可带上他一起过去。华夏都反应，渡仙门有救了。此事已成，人教高手定会来援。这段传音，望有情师妹勿对旁人说起。长寿师兄还是这般不慕虚名。
挪移大阵。爷爷，我又回来了！嘿嘿，开启第2波诱敌行动。还剩最后一批弟子，必须保证挪移顺利进行。天子纸人配合阵法，歼灭敌方1/3战力，总算拖够了时间。死这么多傀儡，什么都没干成，废物！看来本女王大人得冒一次险。群妖听令，全力进攻，绝不能放走一人。天仙境怎么比金星更有威压？这两人是真仙境，为何术法威力堪比天仙境？这并非本体。这两个天子纸人已经完成幽妖任务，且沾有因果，是时候一了百了了。竟不惜神魂俱灭，护我门中弟子。若渡仙门得存，贫道定要为2位义士立碑祭奠。以为炸阵就安全吗？地脉乃天地间唯一的大道慧源无极圣人，盘古的经络所化，走势朝向有迹可循，而被挪移大阵连通的地脉，定有法力残留。在我之上，与他硬拼也无胜算。弟子有一法，可退强敌。想跑？
仙门一个都不能放过。迷药计划失败，我带友情师节屠遁溜走。师妹，实战体验结束，放行云吧。师兄，你果然……现在达成了大家一起昏过去的假象，或可引青翼苍魂靠近。这是遇到同道中，这对手竟如此难缠。神字指人，冲！在鬼、神、天、地、人5个等级中，神字指人的修为仅次于鬼字指人，且携带诸多法宝，最适合高端斗法，还能伪装九巫师伯，骗过幕后主使。微型版72阵，开！趁现在，将大家转移到地下。碧水坤阵，起！风寒杀阵，开！腐化毒阵，散！三元玄火，文道人，阿成是了。不过，管你是大罗金仙还是洪荒狠人，此时此地。也只有一缕神识而已。唉，这才渡劫多久，就跟上古凶妖文道人间接打了个照面。洪荒比我想的还凶险。本女王大人神识清零，还什么都没做，就被烧成灰了。谁在说话？算了一路，也算不出你是谁。竟能逼出少爷为我设下的遮掩法术，借了太极图的威能，还算不出你的身份。果然是某位圣人师叔在为你遮掩。太极图，那不是太清圣人的至宝吗？
难道他是？贫道玄都，人教太清圣人座下大弟子。这可是连妖皇都敢揍的玄都大法师啊！道友平白无故害我人教道场，用心险恶。好在渡仙门尚存。尚存？怎么可能？师傅，掌门的师傅，那不就是咱渡仙门开山祖师？渡恶真人，以下来了俩圣人弟子，闻命休矣！贫道暂且不动，请转告那位圣人师叔，与其让道门内耗，徒增业障，不如教化人族，积善行，攒功德，方是正途。至于你，若再敢犯我人教，任谁也护不了你。计划失败不要紧，闻命要紧。惹不起！四周确认安全，本体可以出来了。纸人军团开始回收。接下来，保持晕倒状态，等门内接应。怎么全躺着了？其他弟子呢？你，五师兄、灵娥、玄雅，你们怎么了？长寿呢？怎么全来了？现在装晕还来得及吗？玄都师兄。如你所言，这三人元神枯竭，早已成了傀儡。咱们先去趟金鳌岛，说明缘由。渡恶师弟，事关圣人，最好不要外传。据说这事儿和圣人有关。玄都师兄放心，我渡恶最是守口如瓶。渡仙门什么都不知道，现在已经去接应弟子了。长寿，你在哪儿？长寿！师叔。我们中了迷药，其他弟子在挪移大阵出口旁的树林里，你们快去！长寿！长寿，师父，弟子没事。弟子此前将你迷晕。你也是为了为师着想，为师不怪你。师父，我这倒霉师妹露馅了。
李强少，你装病骗我！我没有啊，师傅。我都说了我没事，您自己误解的嘛。抓到师兄了！这件事都是师兄逼我做的，不关我的事啊！兰陵娥，李长寿，师兄你教的，死两个不如死一个。掌门，无事，我修习师傅新传的法术，不得要领，吐血而已。此战我门内长老风主损失惨重，所幸未成仙弟子得以保全。日前，师傅与大法师为我等去金鳌岛走了一趟，算是彻底查清了其中缘由。西方二圣为大兴西方不择手段。手下控制了许多大妖，其中就有挑起三教纷争的元凶文道人。此事必须通知门内，加倍戒严。师兄，西坊教让文道人挑拨道门，有什么好处啊？昔年西坊二圣以宏愿成圣，即向天道贷了一大笔功德贷款成圣，并许下大兴西方的宏愿。在道门三教遍布洪荒的今日，西坊教根本没有大兴的机会。如果还不上贷款，西坊二圣恐怕会面临严峻的天道责罚。既然走正途无法大兴西方，二圣便使出了捞偏门的方式，招揽文道人，挑拨道门三教，削弱道门影响力，从而赚取功德，壮大西坊教。他们为了赚功德，竟能做到如此地步。师弟，眼下我们该怎么办？此战既有圣人始，亦须有圣人终。有师傅和大法师出面，西坊教短期内不敢作祟。如今，元泽他们的魂魄已被送往六道府转生，三教之争也得以平息。我们只能督促宗门上下勤加修炼，以防西坊教再出手。六道府原打算安排元泽转生人族，可谁知元泽和忘忧汤前说了句话。说什么了？他说：“放心吧，转生这般小事，应该出不了问题。”然后呢？他刚喝下忘忧汤，就被六道河的浪花卷起，打入了一旁的畜生道。下一世应该会是一只黑皮豹。是。西坊那两位，当真可恨。大法师，这便是渡仙门最近江城的姻缘。渡仙门经大战后，人丁损失不少。我有心想助其兴旺，可老师又不准我多收弟子，为省加速促成道侣、繁衍后代这一条路，只好来麻烦月老您了。大法师，请看。大家都生了情愫，唯独这三星拱月的男弟子没有变化。月老，不如帮帮他。啊，无知钟爱。原来师兄喜欢这样的。灵娥，把我最新研发的吻字经抄写300遍。最近突然心绪纷乱，带我查查典籍。小射手，
咱这新裙子、新妆容，好看吧？师叔，宗门刚刚经历过一场生死之战，相比起容貌，我们更应该注重提升修为才是啊。长寿师兄，长寿师兄，我有阵法上的问题向你请教。有心师妹，我急着闭关，这是我收藏的阵法典籍，或能为你开导一二。时间紧迫，我先走一步。这位仙门良才似乎过于断情举爱了些，那他到底想要什么？争来往，莫管情，先已故，难争先。文静知错，文静办事不力，还请您暂且放过文静一马。文静保证，下次一定完成您交代的任务。女王大人，进来吧。南海那边情况如何？属下奉您之命，在南海打探得知，近日出现了一个功德兴旺的新教派。道门强盛已久，不好对付，不如从这样的新教派下手。西方教此战虽落败，但绝不会就此罢手。复盘此战，我杀了不少业障大妖，应该得了不少功德吧？天道为世间每个生灵设立了个人账户，用于发放功德和业障。为确保安全，我一直随身佩戴获得玉，防助他人推测来历的同时，也将天道发放的功德和业障拦截在个人账户外，待来日一次性接收。业障！我造什么孽了？近日虾妖为祸，杀伤了我神教大量教众，双方交战时竟还误杀了无辜的百姓。虾妖，此事竟然还和龙宫有关，太过分了，这是在挑衅。就是寨主，咱们不能任由他们欺负啊！就是啊，对啊。大家的心情我都明白，我们举办大典，就是为了祈求神的庇佑。大家只需捐出香火钱，将鱼买下放生，神感受到诚意，必会加倍保佑大家。不对呀，卖鱼放生和神有什么关联？况且大部分教众本就以打鱼为生，到处都是鱼，为什么要找寨主买鱼放生？看来是寨主欲借神之名谋利。放生，吉祥！这是妙珠吧？怎么鬼鬼祟祟的和这乌鸦碰头？我们安排在南海龙宫的内应来报，南海龙宫已整装待发，
很快就能攻来。亚神，您放心，经过我的努力，他们现在对南海龙宫可是满腹恨意，定会与之以命相搏。很好，等到双方混战无暇顾及时，我们再派出血赤黑纹吸走功德。届时，女王大人此计真是高明。血赤黑纹，女王大人，又是文道人和西方教的阴谋。他们在熊寨和龙宫分别安插内应，先挑起双方战事，再借机夺取功德。好歹毒的算计！大太子殿下，数日前我们刚整治过他们，今天他们居然还敢举办大典。我已召集所有南海附近的龙族子弟前来相助，好好收拾他们。敖某表兄，你这小矮子怎么来了？敖某表兄，我近日在南海煎熬岛修炼，得知你召集龙族子弟欲进攻熊寨大典。表兄，大典上有许多无辜百姓，贸然开战会给龙族增加更多业障。龙族背负滔天业障数千万年，何惧在天上几笔？南海使君听令，踏平熊寨！奇怪，这些破事跟我的功德又有什么关系？熊寨的神教，难道就是？保佑我们吧，海神！海神！海神！海神一定会保护我们的。海神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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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雕像我不是已经毁了吗？怎么还多了1620座？龙族和海神教交战，杀伤百姓就是我产生业障的原因吧？而一旦海神教卷入战争，我这个名义上的海神也会背上一笔滔天的业障。少则引动天罚，多则招致灭世之灾。必须阻止战事发生，之后再想办法解散海神教。指挥军团出发。凭你们也敢自称海神教？那个海神像就交给你砸了，表弟。敖乙，不能砸！他怎么跑到南海来了？糟糕，他认识我的钟柔，现在海神像上还刻着我的大脸。完了，我的身份要暴露了。长寿兄，倘若敖乙将海神是诛仙门弟子李长寿的事泄露出去，文道人、西方二圣诸多恶果找上门来，我怕是要身死道消啊！稳住，长生稳中取，富贵稳中求。入其路，退则进。长寿兄虽说十分优秀，但尚未成仙，更不可能成为什么海神。敖乙兄，不要声张。为了妥善解决南海龙宫与海神教之间的矛盾，请前来详谈。忽悠小奴第一步，以和为贵，方成大业。长什么？海神像你还砸不砸了？
长此以往，争端难消。我现在就去见海神。表兄，在我回来前千万不要动手。可笑，龙族才是海上霸主，难道要让这个不知所谓的海神指点我们做龙？多谢长寿兄指点，我竟不知西方教从中挑拨，险些犯下大错。忽悠小龙第2，知我心者，莫如长寿。龙族世代背负震碎洪荒的庞大业障，我深知你为解此困境付出许多。长寿兄果然懂我。不过这海神教，忽悠小龙第3步，以退为进，演技之王。唉，此事说来话长啊。总之，海神教并非我立起来的，这种身不由己的滋味，你应该明白。这就对了，圣人们也需要功德加持，人教圣人不便自己出面，便选中长寿兄来代管海神教。唉，偏偏他这般不慕名利。长寿兄放心，我向天道起誓，此事我绝不会泄露分毫。成了，果然，面对敖乙这种想法很多的龙，留白就是最好的答案。我有个不情之请，不知我能否加入海神教？行善立功，为我族攒些功德。唉，南海龙宫与海神教又起冲突了，请与我一同平息干戈。表兄住手！尔等休要再徒增杀戮。是海神。海神大人显灵了！海神大人容禀，南海龙宫与海神教的纷争，皆是受奸人挑拨而起。哎呦，海神大人饶命！我招，我全都招。你敢背叛我族？说，谁收买了你？南海龙宫大太子，本座无意统领海域，功名利禄皆如浮云过眼，唯有导人向善，方是正道。这2个奸人交由你处置，望南海再无纷争。海神大人已与我说清，这一切都是西方教的阴谋。我们可以顺着这2个内应继续追查。海神大人，我不该善用您的名义敛财，求您责罚。念你尚未酿成大祸，解除债主之职，以作惩戒。今后债主便由熊不憨担当，首要任务便是将不法获利尽数归还，可有异议？海神大人看得起我，我一定好好干。总算处理完了。虽然不得已忽悠了敖乙，但避免了冲突和杀戮。
也算阻止了龙族的业障加剧。至于他需要的功德，再另为他想办法。总之，先解散海神教再说。今日种种，本座自责难当，立教本非我意，不如……圣人！这是天道功德凝成的祥云，天道也被至教有方的海神大人打动了。吉兆啊！天佑海神，天佑海神教！海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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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神！教众情绪这么高涨，肯定不会同意解散啊！天道降下这么多功德，看来是要大兴海神教。我再推脱，恐怕会得罪天道老爷。这个海神，我是不当也得当了。稳住！谁说做海神一定要高调？我可以找个形象代言人啊。这个声名在外的小龙就很不错。哼哼。东海龙宫二太子，今日幸得你相助，不知你可愿加入我教，担任二教主兼护教真龙大护法之职？海神大人对我实在太好了，我敖乙誓将海神教发扬光大。我表兄本性不坏，镇守南海多年，也算经验丰富。您看？敖乙作为二教主发光发热，给他找个助手也好。我可以安心在后方做好一切预防，顺便藏好我的底牌。南海龙宫大太子，你可愿担任我教真龙二护法之职？开什么玩笑！敖某定不辱使命。海神不计前嫌，当真大仁大义。希望教众谨记本教教义，勤俭友善护老幼，不惧艰难得幸果。最重要的是，不要再招惹业障了。四海平，自家不齐，一定有。女王大人，接下来。为了像海神大人一样潇洒，我这就启程，寻仙拜师。自研法术，画中如幻影。这是一种面容模糊术，让人转眼即忘，绝不留把柄。总算给这1621座海神像都化了妆。以后啊，这个形象就代表着海神。希望不会再有人联想到人教弟子李长寿。这位大仙是谁呀？侧杆时都乱码了，他的修为极高。天庭东木宫道坊，阁下
为何藏头露尾？东木公，纯阳仙人吕洞宾的前世，如今的天庭南仙之首，我何时招惹了这种大人物啊？东木公来此，有何贵干？天庭授我监察各地宗门教派之职。近日有人控诉海神教通过阴险算计，夺人功德，危及四海。还请阁下跟我走一趟，说个分明。这两个内应果然掌握了关键信息，你的幕后主使杀人灭口。他们都被控制了。好。女王大人英明，一封无名送状，便令天庭出动牵制海神，再以血池黑纹控制南海水军，实施灭口。好一招声东击西，死无对证。纪番失利，上头已经逐渐对我失去信任。只有阻止内应暴露我们的秘密，才能补救。无论如何，我必须成功。鸭神，你亲自去。啊，惨了！东木公一句解释也不听。虽然天庭目前处于初创的艰难时期，但等到封神后期就会一统天地。要想对付我一个小小的海神，简直易如反掌。阁下总算来了，却为何不是真身前来，而是来这一纸人？一眼就识破了，他是谁？身份实力皆高于东木公的，只有从前道祖座下的童子，圣人们的师弟，如今执掌天庭的玉帝陛下。好天！在下以纸人行走洪荒，正如陛下以分身降临凡尘，皆因身不由己，望陛下海涵。阁下如此洞若观火，难怪能被万千教众奉为海神。得天道功德庇佑，又有龙族从旁辅佐，不知这身不由己，从何而来？是谁向天庭举报了我？把玉帝这么难搞的大人物都给招来了，给我惹这么大的事，底牌都要被掀翻了。阁下如此洞若观火，难怪能被万千教众奉为海神，得天道功德庇佑，又有龙族从旁辅佐，不知这身不由己，从何而来？陛下，我故乡有句老话：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你想夸我，还是夸你自己？罢了，你竟能识得我的身份。目识得，心不识得。
你何意？众生所认识的玉帝，本该居九重天阙，助道祖维护天道。然而，陛下现凭借一纸诬陷，便亲来捉拿我，实在有损天道威严。所以，心不识得。在海神心里，我因为何故？壮大天庭。六圣拜道祖红军为师，随后道门三圣和西坊二圣各自立教收徒。道祖遂立天庭为天道的执行机构，管理众生，由玉帝您执掌。然三界只闻六圣之名，不知天庭。陛下令不传五洲，法不通四海，所以急需广纳人才，以壮天庭。知吾者，南海海神矣。不错，我曾亲访凡间，发现你备受爱戴。那宋状确实是诬告，我此行是否来对？在下斗胆。你懂兵法？兵者，诡道也。故能而示之不能，用而示之不用。何意？用兵之法，其实计策很简单，关键是戏怎么演。交出骄兵将领，饶你们不死！今日死的是你们！龙族水军现身！啊，有埋伏！接9天10地阵，反围攻！我们揪出了西坊教的内应，他们必不会罢休。到时候，我们用这套兵法对付他们。长寿兄的退敌之法很是周全，此战结束后，我便整理成册，献给父王和节将，尤其是我那个颇为鲁莽的师叔赵公明。妙，丝丝入扣。多谢我蓝星孙武前辈所著的《孙子兵法》，哪怕在洪荒，也是兵学圣典。看来玉帝对兵法非常满意，不如为避免卷入封神大劫，我已在暗中筹备数个方案。这数个方案，因为玉帝的出现，可行性最大的一个已然揭晓。积累一定功德后，入天庭为官。只是结交玉帝有暴露自身不够稳健的风险，但此时可是抱上天庭大腿的最好时机呀！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陛下，早前得闻圣人为三界苍生立天庭，不求回报，在下深受感动，遂匆匆写下12件，唯愿献给天庭，效微薄之力。有劳。龙族竟然会暗中设下埋伏，莫非背后有人指点？既然你们执意斗到底，我的孩儿们，化形，把他们全部杀光。鸭神，你知道该怎么做？明白。多谢女王大人多年教化，今日一定完成任务，以我之血肉助大军之躯。血池黑纹群，竟能通过吸食血肉，强化自身。啊！
庭在此，血赤黑纹，勿再放肆。天庭竟然会救我们！龙族上天，龙族罪孽滔天，且还在怀念远古其霸主之姿。天庭为何要收复龙族？他们又如何能被收复？敖乙那边形势不明，既然我脱不开身，只能收复陛下。收复龙族有2例：四海3界之重地，龙族远古之大族。虽有天地罪孽，然高手众多。若龙族能入天庭效命，则四海尽归，此1例。若是龙族掌管江河湖海，可扬天庭之威，此2例。想必陛下也已推算到，今日诬告案表面针对我，其实针对龙族。龙族此刻处于危机中，不如……天庭怎么会插手龙族之事？南海海神，又是你！抢我南海功德，又坏我图谋龙族之计，现在还联手天庭折损我大半孩儿。天庭我动不了，一个野神，我还杀不得吗？老师又传话了，命运发生了微妙的变动，起因竟是一个人教小弟子。老师，您的意思是，龙族上天是他？还不知海神道号是？唉，如果让玉帝知道海神只是一个人教小弟子，就没神秘感了。但也不可骗。东有启明，西有长庚，长庚行，长庚一同长寿，嘿，好主意。在下道号为长庚道人。长庚。没想到我竟因祸得福。文道人，他怎么亲自来海神庙了？南海海神，受死！什么情况？你是何人？竟敢如此嚣张！不能动了。刚自爆太快，心神被扯得好痛，万不能和他沾上因果。好在本体没有受到损伤。又来人了！24颗定海神珠，你是截教赵公明，为何定住我？南海海神乃是我师侄敖乙的兄弟，道门一家亲，竟逼得海神化身自爆，快打我！他自爆，我也不明白啊。前辈，我是南海海神，真身无碍，你快停手！此事恐会引发西方教与截教之争。那直接杀了他。不可，晚辈有一对策。起来，我要去灵山讨个说法。灵山便是西方2位圣人的居所，一旦闹到那里，2圣为保全西方名声，一定会将我血赤黑纹一族尽数灭杀。碰瓷！我被你镇上了道基，伤势为证。你要不要面皮？我也会。这是海神的法器生影球，恰好记录下你的自残。你可是想借此挑起道门与西方教之争？赵公明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咱们不如小事化了，否则我只能拿他去找各教好友观摩。
你看，太精彩了吧！好，我立大道誓言，此事作罢。人教南海海神，这个弟子有点意思。贫道截教赵公明，路过此地结识海神，倍感爽快。大哥，虽然你是未来的财神爷，但我不想结识你，更不想跟你义薄云天。你集体荣誉感也太强了些，难怪封神大劫中。算了，后话了。贫道长庚道人。忘了，我还得去找同门商议三教源流大会之事。就此别过。三教源流大会，旨在道门三教一起追根溯源，化解矛盾。师兄，掌门传话，由师兄做弟子领队，3天后随宗门前往三教源流大会。我不去，那里可是整个洪荒因果汇聚之地。去。前辈是？玄都大法师。玄都大法师，据说是女娲娘娘捏造的第一批人族，也是人教太清圣人的唯一一名弟子。那最近大佬们怎么上赶着找我？好慌啊！他为何要我去三教源流大会？长寿兄，多亏了摄神珠摄取西仿教内应的残魂神石，我已发现他们的阴谋。四海海眼的位置尚未找到，他们竟在打四海海眼的主意。海眼凝聚着天地间的业障，每隔数年便会爆发，吞噬生灵。龙族为偿还业障，一直派高手用身躯填补海眼。海眼是龙族软肋，一旦暴露，轻则龙族受制于人，重则有灭族之祸。事关紧急，我必须将此事告知父王，让龙族防备。文静无能，竟给龙族留下把柄，文静一定将其除掉，消除后患。道门的注意力都在三教源流大会上，不会留意东海。三教源流大会本是想缓和产劫关系，但从封神大劫的结果看，三教弟子都被卷入了血战。都说了产劫弟子不得互殴，你们当我人教逍遥仙宗是摆设吗？有点眼熟。熊灵力，他怎么拜入逍遥仙宗了？这么多人在，也不能把他扬了，只能……表妹，终于找到你了！你若暴露我身份，熊战危矣，快喊表兄！表兄，好险！表妹，难得遇到，以后跟着表兄混，修炼吧。长寿师兄的表妹，竟也如此优秀。
阐教元始天尊座下，广成子前来赴会。阐教元始天尊座下，云中子前来赴会。截教通天教主座下，赵公明前来赴会。截教通天教主座下，多宝前来赴会。截教诸位师弟气势汹汹，是要作何？自然是来凑个热闹。如今阐截两教尚是口舌之争，待封神大劫降临，就会成三教混战。阐教仙多被萧旭顶上三花，失了大半道行；截教仙更是死伤无数。三圣下场也无法阻止众弟子被禁锢在正神之位，永受天道操控的命运。我得尽快完成龙族上天，以此抱上天庭大腿，躲过封神大劫。阐教弟子随我见过玄都师兄、礼拜人教太清大师伯。诸位不必多礼，老师和两位师叔，乃大道圣人盘古元神所化，又齐入道祖门下，三教本是一家。师尊收福德深厚者为徒，乃顺天而为，教化众生。众生指所有生灵，凡有向道之心，就该有修道求长生的机会。大法师命我来此，究竟有何要事？此乃江山小设计图，内藏数百法宝，三教年轻弟子皆可入内搜寻。连圣母女娲的法宝江山设计图都敢仿，云中子不愧是洪荒赝品大师。贫道也添1、2千个法宝做彩头。多宝道人，这位截教大师兄真是人如其名，我就不去给毒仙门丢人了。老师推算出，龙族上天对苍生有利，而李长寿是促成此事的关键。正好借大会，探下他的品行和实力。表兄，我一定会守护好你的。想一直躲着可不行。人教扬威，原来大法师想让人教大出风头，但这是有一个专业的人形吸精器更合适。神行符提速，法宝锤做武器。人教弟子前来相助。毒粉已涂至火灵剑，凶手处置即死。有情师妹，放心冲杀。这两位人教道友太强了吧！西北20里有凶手出没。长寿师兄总是默默做下所有事，却把功劳推给别人。友情悬崖，你要竭力除殃，扬人教威名，
绝不可辜负长寿师兄的嘱托。熊兽可行熊灵力，冰山剑修有其悬崖。攻防得当，配合默契，人教这2个小弟子未来可期。人教真是出了2个优秀仙苗啊！长寿种种行为，皆是围绕稳字。强为不如无为，强争不如不争。清净可循自然，万法终归妙境。今日倒从长寿身上感悟良多。若他能成为我的小师弟，入兜率宫中处理人教教务，老师定会欣慰。龙族有变，速去救你的二教主。西方交相毁证据，杀龙灭口。二教主，海神教的事，您都知道了。你以为仅凭自己的火德玉，就能拦住所有圣人的推算吗？老师早已知道了你的事情，并亲自出手为你遮掩，否则你早就暴露了。多谢太清圣人庇护。大法师，容弟子留一化身在此，本体随您前往。诸位师弟，贫道有事，先行一步。顾家，世人珠已碎，我如何让父王相信西方教在查海眼之事？竟是个金仙，但根基不稳。与渡仙门一战中被血轮强行提升到金仙境的原则一样，看来又是血池黑纹的算计。虽是伪金仙，但实力远胜你。若能救下敖乙，我便说服老师收你入兜率宫，如何？兜率宫，太清圣人的化身，太上老君的居所，这大腿必须抱。弟子愿往。这是老师的防御至宝，天地玄黄玲珑塔，将它威能借你半个时辰，有它护着，哪怕是大罗金仙手无先天法宝，也伤你不得。真锁血外挂体验版，水遁。今日有我玄都小法师在，谁也伤不得敖乙殿下。从大法师话中可知，锁血外挂并不绝对安全。万一有大罗金仙，
比如幕后主使文道人，手持先天法宝突然发难，一下就能给我破防了。玄都小法师，他与玄都大法师有何关系？亦或是故弄玄虚？区区天仙境还想蹭玄都大法师的威名，找死！一气化三浊，这分明是道门神通之减指成人。长寿故意喊错，想震慑对方，抢占先机，但这纸人确实做到了以假乱真。这一气化三浊，莫非也是人教秘法？第一重，枷锁困阵。鬼子纸人善各类奇诡神通法阵，且是纸人军团中最高战力。第二重，灭魂杀阵。第三重，惊雷毒阵。只有他用的是上等法宝，应该就是本体。道门神通，血金成法，急！中计了！纸人放纸人，纸人何其多。一门剪纸成人，搞出这么多花样，若换成天罡36法之撒豆成兵，岂不是能做出更多新玩意儿？看来在渡仙门坏我好事的，也是这位玄都小法师。区区妖物，也敢在我玄都小法师面前逞凶！三位护法，处理残魂。唉，金仙当真是不好杀。除掉伪金仙，救下敖乙，总算完成了大法师交付的任务。小心！
天地玄黄玲珑塔。他真是玄都小法师。太清圣人什么时候又收了个徒弟？这就走了，还好有大法师给的这层外挂。二太子殿下，二太子殿下，臣护驾来迟。原来道友是人教高手，一定要禀明父王，好好答谢。贫道还要找陛下复命。敖乙殿下，咱们就此别过。陛下，出龙族外，洪荒有此称呼的。天庭的玉帝陛下，不直接点出救兵是玉帝小师叔派来的，而是让敖乙自己退出，既降低龙族警惕性，又增加天庭好感度，这分寸拿捏得很到位。龙族上天的重任非你不可，我赠你一门神通，此为天罡36法之撒豆成兵。另外，日后若有麻烦，可亮此牌。保命底牌+1，我这玄都小法师也算是持证上岗了。弟子谨记。不过也不用太担心，西坊教暂时不敢对道门出手，他们豢养血赤黑纹，残害道门弟子之事，我已告知老师和阐节两教的圣人师叔。大批血赤黑纹突然出现，西坊教此时将他们放出，难道是孽畜？准提师叔竟亲自出手灭杀了血赤黑纹，既撇清了他们与西坊教的瓜葛，又给道门一个交代，真是好算计。如今圣迹昭显，三教弟子应该都已知晓，族文被害，文道人绝不可能无动于衷。你挑拨道门失利，攫取功德不成，还暴露了龙族内应，如今刺杀敖乙也失败。我灭你3成族文，在人前划清界限，以示手下留情。之后我会另派人来接手，你不可妄动。但凭圣人吩咐。我受尔等驱使，去反造灭族之嫌。那不如拼死一搏，救出族文，离开洪荒。杀点蚊子就算完了，必须让西坊教付出点代价。多宝师兄，大会快结束了，师弟先行一步。总算回来了，多谢表妹和友情师妹为我护法，我们出去吧。怎么刚和大法师分别就有事交代了？不对，是他师父太清圣人。这对师徒怎么都爱突然传信啊？不过大法师只会发短信，太清圣人已经开通5级发视频了，修为高低一目了然。西坊教镇教之宝。开天辟地后，天地功德凝成的12品功德金莲，这不是封神大劫中文道人啃金莲的情形吗？
太清圣人这都能推演出来，不愧是洪荒战力天花板级别的大佬。但为何把画面传给我呢？根据计算机解析的《封神大劫》剧情，文道人啃金莲是因，道门得存是果。难道是我多次破坏了文道人计划，改变了他的命数，影响了未来？渡仙门，太清圣人定是算到了这个变数，才让我出面干预。为确保他能在封神大劫时啃金莲，道友留步，我最好将他收归己用。南海海神，那天我去海神庙杀你不成，已经自己送上门来了。道友被西坊教当众割席的滋味，如何？怎么，你是来落井下石的？不敢，道友只是明白，我们有共同的敌人，不如联手。区一个南海野神，你有资格和我谈合作？道友曾3败于我，我算计你海神教只有1次，何来的3次？胡搅蛮缠！数个时辰前我们刚见过，道友莫非忘了？你是玄都小法师？此前渡仙门一役，轻易苍庞也是死于我手。南海海神，玄都小法师。背靠人教圣人，原来自始至终，我都败于你一人之手。现在，我们可以聊聊了吗？好，我且和他聊聊。若真有问题，直接杀了他。文道人的修为远在我之上，稍有不慎，我恐怕就会大祸临头。他为何带我来人族地盘？不怕我出手杀人？除非是陷阱。这里人流密集，能消除他的戒备，方便我进一步套话。接下来，这叫动手吗？一点征兆也没有啊！道友，不累吗？他发现了吗？那他为何不躲？苍天哪！我说这个有什么用啊？他还不是要分分钟碎了我！看他神情如此淡定，难道还有后手？等等，这招有用？众生有玲珑心，故有千百张面孔。道友且看，世人为生存奔波，为衣食烦恼，被迫摆出虚伪的面孔，咱们又何尝不是如此？洪荒如其，圣人之子。你我皆是棋子，道友和你的族文不也因此受制于西方？少给我来这一套！你竟敢坏我大事，让我在教主前颜面扫地！我要把你抽筋剥皮，吸干你的骨血，让你永世不得超生！我要吃掉你的伙伴和信众，让他们直到最后一刻都后悔认识你这样的神！我要让你灰飞烟灭，魂飞魄散！让你的海神教荡然无存。那如果我可以用我的手段扳倒西坊教，为你文族报仇雪恨呢？那你会成为我最好的朋友。既如此，那就让我看看你的筹码。
万物有阴有阳，此地要崛起，除了明面的威仪，还需暗处的锋锐。你若能回到西方教，与我里应外合，我自可助你脱离苦海。西方教自以为做事滴水不漏，但这南海海神背后的太清圣人早已察觉，并反过来算计西方教。人教真可怕，南海海神真可怕。我什么都没说，这是你自己想的。我可以答应你。总算用天庭稳住了文道人，但他这把毒刃若用不好，反伤自身。但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截教赵公明和他那个二妹，最近一直在找西方教的麻烦，我也深受其害。你若能阻止他们，我便信你。赵大爷不会又去碰瓷了吧？二妹、琼霄、三霄中的老二，这仨姐妹可是在封神大劫中削去阐教12金仙顶上3花的大狠人啊！看来要去三仙岛走一趟了。如果赵大爷和琼霄继续搞事，不但会影响到与文静的合作，还会激化西方教与道门的矛盾。我请不动冲天教主，多宝道人威慑力不够，那就只有三霄中的大姐，赵公明的义妹云霄仙子。以云雾为阵基，看似柔和，实则遍布杀机。三霄不愧是能布下九曲黄河大阵硬刚圣人的大能，这阵法，神识探进去也只能看到一片白茫茫，根本找不到入口。在下海神，自号长庚，求见云霄仙子。在下海神，自号长庚，求见云霄仙子。无人应门，只好噪音扰灵了。人字纸人，吹拉弹唱小分队，出！公明道友，琼霄仙子，你们好惨呐！呸呸呸！晦气！我大哥和二姐好得很，何须你们哭丧？碧霄仙子，在下已将事情经过写在拜帖中，还请转交云霄仙子。碧霄，琼霄仙子的双胞胎妹妹，三霄中的老幺，据说是个古灵精怪的整蛊专家，必须小心应对。你等着，要是敢骗我大姐，我非教训你一顿不可！哼！这是在给我指路？这里就是三仙岛，神识还是无法向外查看，似是被某种阵势挡住了。这就吓死了！海神竟然这么脆弱，我还给你们安排了进错院子嫁对郎的戏码呢，可惜啊，可惜！好你个海神，敢用纸人化身戏耍我，我这就把你本体找出来打杀了！碧霄仙子，在下真有要事。
公明道友正与琼霄仙子向西坊教寻仇，须得请云霄仙子出面阻止，不然西坊二圣怕是会对他们下手。这么严重？我去找大姐。搞了半天，他也是用云人化身和我的纸人化身飙戏，个个都是戏精啊！这次该见到云霄了吧？海神长庚拜见云霄仙子。北方有佳人，绝世而独立，这就是三霄之首，截教第一仙子云霄。拜帖我已看过，劳烦长庚道友特来告知。有些激动，怎么回事？难道中了什么摄魂术？不，周围没有法力波动，这不是法术，是我的因果在变动。避开！必须避开这个大因果。长庚道友真是洒脱不羁，正说这话，怎么突然躺下了？在下多有冒犯，望仙子恕罪。无妨，还请长庚道友带路，我这便寻回大哥二妹。云霄重情重义，可惜有3位兄妹做拖油瓶，终究会卷入封神大劫。要接近公明道友，还需麻烦仙子这般。西坊道友，何故偷袭伤我？我并未碰到你分毫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你伤得好重啊！西坊教欺人太甚。我兄妹定要找西坊二圣讨个公道，这次就拿你来祭旗，拿命来！琼霄，三霄中的老二，人称洪荒滚火暴徒，连碰瓷都能被他搞成火拼。大妹，大姐。跪下！四面树敌，徒增冤孽。你们2个都给我回三仙道，闭关思过。干脆利落，不愧是云霄。解决完赵公明他们，应当能和文道人初步达成合作意向了吧？能把赵公明和琼霄关在三仙道，那海神倒是有点本事。西坊二圣派来的竟是他，圣人弟子。他与海神，我该如何压住？好。今日幸得长庚道友相助，容我以此建议图，表表谢意。好妙的笔墨，里面隐隐透露无穷道韵。高尚动源，物生九天，截教圣人，通天教主。莫非图中剑意是出自通天教主的杀伐至宝，
清平剑，好厉害的悟性，只看一眼就能感受到师尊剑中道韵。道韵不断涌入体内，修为暴增。这具纸人化身要撑爆了！表兄，你怎么了，表兄？不好，修为已至天仙境巅峰，再涨下去，可就要冲击金仙劫了。长寿师兄是纸人，连我也没看出他是具化身，还藏有如此道韵。这个弟子不简单。浩瀚天威，劫云将至，长庚道友这是要突破了。我还没做渡劫准备啊喂！绝对不能突破！金仙劫云比成仙天劫更恐怖，天雷将直击道心，稍有差池，道心破碎，仙路断绝。近万年没有几个熬过金仙劫的，我这不是送死吗？道花修之不易，道友何苦自伤？在下有幸参悟圣人道运，却未参透真意，自斩道花，重新修行，以求大道圆满。原来如此，是我唐突。天雷来了，仙子快退开！长庚道友莫怕，我来助你。行道多歧途，吾辈自劫通天路。混元金斗，开！这就是号称装进乾坤并四海的顶级法宝，在封神大劫里。捉龙鸦、求阳锏，生擒阐教12金仙，必圣人出手的混元金斗。云霄仙子，多谢。斩道明本真，一斩道基错漏之处。二斩晦涩不明之处。三斩虚浮不定之处。完了，欠了这么大一个人情，因果已经结下。好在已经恢复成原本的修为，接下来还得去了结一下都仙门那边纸人暴露的事。掌门，弟子刚刚有所感悟，恐惊扰到诸位，就放置了纸人在此地，自身遁去云中参悟修行。你悟到何事？化身竟散发深邃道韵？
长寿竟有此渊源。放心，贫道定会为你保守秘密。启动玄都大法师保护伞，问：盗墓就是大法师的？掌门倒是意外的好忽悠，但有毒这家伙好像又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。怎么突然传音过来了？长寿师兄，当日渡仙门遇袭，有2位义士救渡仙门于危难，他们自证神魂时的反应与纸人很是相似。这2位义士可是师兄的纸人？是。我本以为刻苦修行，便能在前路等师兄，却不曾想，我从未真正看到过师兄的背影。今后，师兄依然是玄雅的指路明灯。太社死了吧！以后还是得多准备底牌，以防纸人身份暴露。海眼关火龙族命脉，岂容西方就觊觎？陛下，末将这便调遣大军严守海眼。不可，西方教内应已渗透龙宫，万一军中也有内应，反而会暴露海眼所在。万无旨意，召开四海盟会，集结四海真龙，共布万龙阵。陛下英明，万龙阵乃祖龙所创先天大阵，有移海擎天之能。一旦结成，西方教休想染指海眼。第二，届时将那南海海神也请来，他既敢顶着海神名号，便该为四海出一份力。将通天教主的建议图挂在庙中，有圣人之威罩着，海神这个身份又安全了许多。通天教主的道运，海神背后除了人教圣人，还有截教圣人。难道太清通天教主在利用海神算计西方二圣？好大的阴谋，但亦可利用。哼，南海海神，今后是你收服我，还是我取代你，尚未可知。文道人，这么快就适应间谍身份了？西方二圣派遣了一位弟子前来主持四海事宜。圣人弟子是谁？他与我同是上古凶妖，却不知为何入了二圣法眼，将他收为记名弟子，予以功德豢养，命其名为金蝉。金蝉，不就是东土大唐那位玉帝哥哥的前世身？他有何打算？离间四海。东海二太子，丞相大人，快禀报陛下，东海二太子私闯北海，刺杀北海丞相。陛下，北海在东海龙宫外陈兵3000。勒令交出二太子殿下为北海丞相赔命，否则便踏平东海龙宫。四海龙族之间向来关系和睦，而陛下您因年纪较长，四海龙族都以您为尊。如今北海丞相遇刺一案尚未确认真凶，北海却直接发兵，陛下
这不合理呀！不合理的不止这一处。你儿日前还在与我商讨筹备四海盟会，不可能去北海行刺。我等寻找数日，仍然没有下落。北海那边也加紧了搜查，务必在他们之前找到怡儿。是。一定要找到奥义，让东海给个交代。长寿兄，我没有杀北海丞相，有人要毁我名声。西坊教制定了离间四海龙宫的毒计，此事必是他们所为。你的凶手身份一旦坐实，北海、东海便会反目，不仅四海盟会开不成，四海还会分崩离析。西坊教，对，四海不稳，万龙阵未成，他们便可趁机图谋海眼。四海分裂，龙族上天一事也会落空，我就上不了天庭。那封神大劫，必须抓住真凶，洗清你的嫌疑。长寿兄懂我。事发后，我曾暗中追查假扮我的贼子。他最后一次现身是在天涯阁，我原想进去直接拿下，可天涯阁是方圆百里最受欢迎的女子武馆，由洪荒富户卞氏家族所创，唯一能进出的男子，只有天涯阁少阁主卞庄。天涯阁背后势力不小，不可贸然进入。不过，那贼子是怎么混进去的？他用了化形的技巧。不会吧，长寿兄，你不会是要……事到如今，这大概是唯一的办法。我奥义绝不可能你。长得好好看呀！是啊，好好看。记住，现在开始，我叫姜思儿，你叫科勒尔。我们听闻天涯阁大名已久，想进去观摩。姜思可乐，驱寒暖胃，好喝不贵。知道了，长寿兄，姜思儿。原来不是武馆，是武馆。我天涯阁必在聚集洪荒女炼气士，切磋对战，共同进步，增强对大道的感悟与理解。天涯阁当真只接受女兵？当真。如果有男兵进来了呢？何事吵嚷？是时候用风雨术探听周遭信息。他不是死了吗？你的慌乱与别人都不相同。是否以为你剑下的亡魂重现于世，你就是凶手？都别过来！再过来，我杀了他！少阁主，姑娘，有话好说。是八爪巨伤，难怪能变成别人的模样形似。快随我与科勒尔返回天庭，听候发落。
波路人舆论算是拿下了，顺便给天庭刷了一波好感。感谢二位相救。那个，我乃天涯阁少阁主卞庄，敢问科勒尔仙子芳名？芳龄？我是说，仙子可有道侣？滚！这般奇女子，只是看一眼就让人割舍不下。科勒尔，乐儿，乐乐。真是病得不轻。什么北海丞相？我不知道。此物唤作摄神珠，可以搜集元神内的所有记忆。即便你畏罪自杀，摄神珠照样可以读取你生前的记忆。我说，还好我多备了几颗摄神珠，派上大用场了。究竟是何人指使的你？西方教金蝉有无参与其中？没人指使我，金蝉只是帮了我们而已。巫妖大战后，我们妖庭后裔无处容身，只好躲入深海，却常年遭到龙族欺辱，这才假扮敖乙刺杀北海丞相。明明是你们深海妖族挑衅在先。西方教煽动深海妖族出手，自己却摘了个干净。好在你我乔装入天涯阁，他们暂时没查到你。快将他带回龙宫吧。虽不能问罪西方教，但可助你洗清嫌疑。长寿兄，这次北海与东海的事情闹那么大，北海与东海会不会也被西方教渗透了？极有可能。我这就去禀告父王。3日后照常举办四海盟会。叶儿，你做得不错。谢父王夸奖。父王，北海丞相遇刺一案，乃西方教从中挑拨，儿臣已将疑似内贼的人选记在册中，还望父王严查，以防四海盟会生变。父王，你只需照常筹备四海盟会，记得多请些宾客。海神，你那些截教同门都可一并邀约，这才是要事。金蝉突然召集这么多金仙，难道又有什么大动作？此次挑拨四海之计不成，还招来了天体。你们中有些人是不是透露了风声？自己心里清楚。糟糕，金蝉开始起疑了。当然，四海盟会举办在即，我不会同你们计较。只要你们好好表现，届时定有丰收。是。金蝉大人，四海的内应已全部就位，只等你一声令下。好，此次行动兵分12路，每路妖军则由在座各位统帅。我这一路就有10万兵马。四海盟会照常举行，龙王陛下却不愿排查内贼。果然，东海龙王这类远古高手，都主打一个面厚心黑。龙王陛下是要让西方教放下戒心，更是在等一个将内贼一网打尽的机会。你是说，四海盟会？不错，西方教想破坏盟会，龙王陛下将计就计，
把藏在四海的西坊教内贼引出来，趁机查出西坊教谋夺海饮的根本目的。四海盟会必有一场大战，我所请来的宾客，将是保护海饮安全的关键。敖乙兄，阐教12金仙里，就有位龙族的远古高手，黄龙真人。龙族虽因旧事与他断绝往来，但在龙族危难时刻，他定会出手救援。龙族乃是贫道之根教，落叶归根，贫道如何能容忍西坊教这般算计？截教圣人弟子公明道人，以义薄云天著称，亦可请他出面。师之放心，我定如期赴约。此外，我已向天庭写奏表，禀明西坊教谋算海饮之事，请天庭为龙族主持公道。长庚爱卿实乃良才，竟已在西坊教内安插了暗棋。木工，挑选精锐天兵天将，择日兵发四海。多谢长寿兄。你是我海神教的2教主，这都是应该的。2教主，那以后我也不叫你长寿兄了，就叫你教主哥哥吧。这称呼真别致。3日来，金蝉一直在筹备进攻四海盟会之事，我根本没有机会传信给海神。此次进攻四海盟会，各军行动路线、进攻目标，都只有所属金仙知晓。倘若有泄密者，2圣必将亲手抹杀。糟了，要隐藏卧底身份，就绝不能向海神泄露这次的计划。可这般阵仗，再加上金蝉这个圣人记名弟子暗中出手，海神应付得来吗？应对西坊教，光靠人脉是不够的，必须研制装载撒豆成兵神通的法器。原版的撒豆成兵看着不太聪明的样子。待我魔改一番。或许是看在玄都大法师的面子上，掌门将熊灵帝从逍遥新宗过户到渡仙门，并收作记名弟子，安排他住在小泉峰，倒也方便了我魔改撒豆成兵。万长老也出力不少。成功了！自研法器，仙斗加特林，届时配合天庭大军，嘿嘿嘿。今日就是四海盟会了，文道人那边怎么一直没动静？迎南海海神光临四海盟会。东海龙宫已经戒严，不知骄兵中有多少内贼，搞不好那4位老龙王里也有西方教内应。近日始终没收到文道人消息，
才刚被策反，不会转脸就倒戈了吧？千百万年来，我龙族为镇守四海，不断用祖龙直系血脉填补海眼，以消解其中所纳的天地业障。今却有深海妖族觊觎海眼，不惜挑拨四海龙族情谊。幸有大哥明察秋毫，免我北海与东海手足相残。我东海特召四海盟会，共商重启万龙大阵，便是要龙族团结御敌，护卫海眼。大哥高义，我西海必当跟随。我南海亦追随大哥，共守海眼安危。教主哥哥，你我请来的帮手都已就位。金蝉随时可能发动袭击，按计划行事。海灵之劫将至，不知长寿能否妥善应对，顺势推动龙族上天。杀！报！深海妖族攻入西海！报！南海遭深海妖族袭击！报！北海被深海妖族包围！猖狂！竟趁我等离宫之日偷袭！大哥，我等这就前去平乱。来人，点齐兵马，跟随三海龙王前去清剿凶妖。三海皆有动乱，金蝉为何还没现身？除非三海只是佯攻，那金蝉真正的目标就是东海。敖义兄，你务必守好海眼。龙族暴虐无道，四海苦龙族久矣。今日杀龙王，夺龙宫，以正四海清明。金蝉大人，海眼情报我已掌握，我来带路。二太子殿下，海眼位置为真龙可治，况且您已请黄龙真人相助，应当无虞。但愿海眼无恙。八爪巨兽怎么逃出来了？救他的是金蝉。迎敌！有我东海二太子在此，谁都别想染指海眼。龙族当真没落了，竟如此不堪一击。刚才传音，敖乙没有回应，出事了。龙族远古为祸洪荒，
为赎罪孽，只得不断用祖龙血脉填补四海海眼，以致如今血脉凋零。我开启海眼，为龙族求得解脱。你应当感激。海眼封印天地业障，一旦开启，业障倾泻，洪荒必将生灵涂炭。龙族更是要举足以命相填，直至血脉断绝。我绝不会让你得逞。龙宫兵力被我分往四海，你父亲东海龙王亦被我派深海妖族围困于龙宫，没有援兵，拼你一条未成金仙的血龙。还妄想守住海眼？金蝉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贫道乃南海海神，你胆敢图谋海眼，贫道特来替天行道。区南海野神，连神位都未得封，倒管上东海的闲事了。闻道人说过，金蝉修为已在大罗。大罗自身之道臻于圆满，实力更在金仙之上。这一击我恐怕接不住。南海海神不过如此。道友莫要得意太早。你怎么没死？当然是我纸人带的够多。念凭胜算太低，五行轮转，合而归一，水自长流，生生不绝。水遁，想跑？好厉害的生活公司，可能降速，胜过别人了。海眼已开，功德灵珠。功德灵珠，金蝉真正的目的是吸取龙族填海眼的功德。不该这样，海眼怎么回事？
海神道友说，有人要来扰袭海盐，没看到人呢。海也是假的。啊！海爷有真龙镇守，遍地白骨轮魂。我的确探听到，海爷就在此处。啊！中计还不自知，蠢货！这里一切布置都比照真海盐，唯有海盐本身是假。故意松懈地牢戒备，让我救出八爪巨蛸，就是为了借他之口，引我来这假海盐。哼，南海海神，是我小瞧你了。已经陷入重围，金蝉却毫不慌张，他还有其他帮手。海神老弟要我埋伏在这条西方教前往东海的必经之路，不知何人会来。西方教执法长老白莲道人，他的修为已在大罗，表面笑脸迎人，下手却极其狠辣，更有一本命法宝莲花，颇为锋锐，可不好对付。熊妖，哪里跑？西方二圣命我等前往龙宫救援，请道友莫要阻拦。贫道在此祭妖，你们为何伤我？你们损我道基，我要找我师尊通天教主评理。大胆叛军！今日我东海龙宫就要清理门户，永绝后患。奉东海龙王令，清理龙宫内贼，剿灭深海妖族。提前埋伏兵，预备将内贼和深海妖族尽数捉拿。这帮龙也不是太蠢。文静，白莲长老也赶往东海，你现在进宫，方便长老施救龙族。白莲长老也来了，金蝉的计划倒是瞒了我许多，不过还要本女王出手。看来金蝉在海眼并不顺利，能让金蝉栽跟头，海神还真有点本事。深海妖族还有后手？不是血池黑纹，他们怎会埋伏在此？难道深海妖族与之勾结了？南海海神，你以为你这就赢了吗？金蝉，原话奉还。你以为请来高手相助，就能万无一失吗？木工，请天庭施救龙族。今吾混天将军华傲天听令，四海有难，玉帝陛下特命尔等前去清剿凶妖。天兵天将听令，斩妖除魔，护四海生灵，凡妖邪，杀无赦。
心说好个别，何必交个安全，反而时常好奇当保险。